在这个饭都吃不饱的70年代，别人家连饭都吃不起，而我家却顿顿大鱼大肉。只因我重生回到了70年，我靠着前世特种兵的身手，在这冰天雪地的大兴安岭里打猎，靠着这门手艺赚得盆满钵满，带着全家过上好日子。我本是21世纪的退伍军人，荒野求生主播，被棕熊袭击穿越到这里。既然命运让我接管这个家，我就一定撑起来。陈东融合了原主记忆，知道原主是孤儿，被陈山父亲捡回。陈山待他如亲弟。前些日子陈山打猎遭遇狼群身亡，原主进山打猎摔伤头部，被杨三爷救下。陈东打量着栖身的2间半土坯房，屋里除了炕柜、木桌、凳子和猎枪，别无长物。东子，你都昏迷1天1宿了，吃点东西吧。沈红叶从灶台端来一碗苞米面粥，陈东端起来喝了好几口，发现陈小北直勾勾地看着自己，不停吞咽口水。小叔，我去回屋了。陈小北起身想回屋，陈东察觉到不对劲，走向灶台。你干啥呀，东子？沈红叶想拦陈东，却没拦住。陈东掀开锅盖，里面只有不到1碗的棒子面粥。这几天你们就吃这个？没有，我们吃的苞米面饼子都吃完了，这是给你吃的。是啊，东子，没吃饱吧？我再给你盛1碗。陈东没说话，走到粮袋跟前，打开一看，空空如也。又去西屋查看，也没有粮食。家里比我想象的还难，无论如何，我得想办法弄到粮食，不能让嫂子和小北挨饿。你喝吧。陈东将粥递给陈小北，陈小北推辞着：“小叔，俺不饿，你喝吧，你病刚好。”让你喝就喝。陈东说完，开始往身上套棉衣和棉鞋。东子，你刚醒要去哪儿啊？我去借点粮，在家等我。陈东推门出去，零下30度的寒风刺骨，天上还飘着细碎的雪花。陈东跑了几家邻居，都没借到粮。那些邻居之前已经被沈红叶借过，而且每家都不宽裕。在这个年代，没有男劳力，一个家真的撑不起来。看来只能去杨三爷家试试了。陈东正往前走，身后传来喊声，转头看到张春花和李梅。闺女，她醒了，你的事抓紧跟她说，早断早利索。听说你受伤了，恢复的怎么样？好多了。小梅，跟她废什么话？实话跟你说，陈小子，以前订婚就是你李叔喝多了开玩笑，当不了真，别坏了俺家小梅的名声。婶子，你以前拿我们家东西时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少胡说。谁拿你家东西了？你别癞蛤蟆想吃鹅肉，就你这条件也想娶小梅，除非你拿3转一响，200块钱彩礼，100斤粮票来。妈，李梅拉了拉张春花的袖子，神色有些愧疚。这老娘们真敢狮子大开口，看来这亲事是彻底黄了。锦上添花易，雪中送炭难啊！小梅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陈东，我妈说的也对，你现在连自己都养不活，咱俩结婚，你总不能让我跟着你受苦吧？咱们好聚好散。小梅，看在往日情分，你能不能借我10斤粮？不，5斤也行，我双倍还你。你想得美，1斤都没有。姑娘，你看他临了还想占你便宜。不好意思，陈东，俺家人口多，分的粮食根本不够吃。好，不用说了，婚事作废，以后大道朝天，各走一边。陈东头也不回的离去。张春花朝着他的背影吐了口唾沫。我呸！什么东西，还真拿自己当个人物了。陈东来到杨三爷家，敲响院门。杨三爷媳妇打开门，将他迎了进去。这不东子吗？伤还没好，怎么就往外跑？快进来暖和暖和。三大娘，我来找三大爷有点事。陈东走进屋，看到虎妞正在摆弄一把新的双管猎枪。虎妞察觉到他的目光，依旧自顾自擦枪。陈东扑通一声给杨三爷跪下，磕了几个响头。谢谢三大爷救命之恩，陈东日后定当厚报。这孩子干啥呢？老婆子，快扶起来！你这娃瞎客气啥？你三大爷和你爸是老哥们儿，碰到了肯定要帮。快，先吃点饭再说。三大爷，我不饿。这孩子外道啥？快上炕吃饭。虎妞，给东子拿筷子和碗。虎妞跑出去拿来碗筷，摆到陈东面前。陈东说了声谢谢，虎妞的脸红了。谢啥谢？那么客气干啥？多吃点伤好的快。在杨三爷和三大娘的劝说下，陈东不再客气，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。虎妞还贴心的给他盛了一碗苞米面粥。吃饱喝足后，陈东有些不好意思，犹豫着开口：你这孩子跟三大爷还外道，有啥事就直说，能帮的我一定帮。家里人还饿着，我想管您借点粮食，您放心，我双倍还您。要是不方便，我再去别家问问。老婆子，给东子装点粮食。三大娘下炕拿布袋子给陈东装了苞米面。粮食的事解决了，但打猎的事不能拖，我经验不足，必须找个搭子。杨三爷经验丰富，求他合伙应该可行。三大爷，我还有件事想拜托您，我想和您合伙进山打猎，猎枪、手叉子我自带，脏活累活我干，猎犬您出，猎物28分账，我拿2成。东子，进山打猎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爹和你哥咋没的你也知道，冬天进山一不小心就会送命。三大爷，我知道经验浅，所以才想和您搭伙，我不怕危险，不能眼睁睁看着家里人挨冻受饿。好小子，够硬气。这样吧，虎妞从小跟着我打猎，经验丰富，你俩搭伙，猎物对半分。怎么，你瞧不上俺？
虎妞端起猎枪瞄准陈东，神色有些不服气。怎么会呢？虎妞妹子，虎父无犬女，和你合作是我的荣幸。逗你玩呢，没子弹的，看把你吓的。虎妞收起枪，咯咯直笑。杨三爷训斥了他一句，随后掀开褥子，露出贴满膏药的腿。东子，不是我有意刁难，我腿上的老毛病犯了，去了只会拖后腿。虎妞经验足，你就是他和大黄从血里刨出来的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不过猎物分配，虎妞拿70%，我拿30%。这孩子你们自己商量吧。陈东给虎妞鞠了一躬，感谢他的救命之恩。谢谢虎妞妹子救命之恩。客气啥？就你只是顺手的事。雪婷，咱们就出发进山。陈东告辞，三大娘将装苞米面的袋子递给他。陈东再次道谢。陈东，等一下，这给你拿回去吃。虎妞小跑着追上来，将一个布包塞到陈东怀里，转身跑了回去。陈东打开布包，里面是玉米面饼子和兔肉，心里暖暖的。陈东回到家，沈红叶和陈小北立刻围了上来。小叔，袋子里是粮食吗？小叔，你好厉害！东子，累了吧？嫂子给你烧点水洗洗脚。不用那么麻烦，嫂子我不累。陈东将苞米面放在锅台上，把布包递给沈红叶。嫂子，把玉米面饼子和兔肉热一下，你和小北快吃饭吧。陈小北欣喜地接过布包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有5、6个玉米面饼和1碗兔肉。不对劲，小叔，这布包上怎么有女人的雪花膏香味？人家三大娘抹点雪花膏怎么了？招你惹你了？耽误你吃饭了？我去抱柴火烧火。陈小北没戴帽子，跑到外面抱柴火。很快炊烟升起，锅里冒出热气。快去吃吧，我吃过了。陈东说完，走进里屋，取下墙上的老套筒猎枪。这把老套筒是家传的，栓动步枪，弹容量5发，保养的还不错。枪身上有几个红点。嫂子，子弹呢？东子，你又要上山？别去了，小叔。村支书说给咱申请救济粮了，这几天就下来。忘了这个家谁做主了吗？把子弹拿来。沈红叶一怔，恍惚间在陈东身上看到了陈山的影子，迷迷糊糊的拿出20几发子弹。子弹是7.92毫米步枪弹，威力足够大，遇到大型猛兽也够用。俺哥的手叉子呢？在箱子里，钥匙在我这。沈红叶递出钥匙，陈东打开木箱子，在衣物最底层找到一个红布包，里面是一把木柄单刃短刀。陈东抽出短刀，寒光冷冽。红布包里还有一张合照，是养父、养母和大哥的照片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这个家散的，一定会让嫂子和小北过上好日子。陈东收起短刀、相片和红布包，沈红叶和陈小北劝不动他，只能作罢。小叔，你再吃点呗。陈小北将半块苞米面饼子递给陈东，陈东推了回去。我在杨三爷家吃过了，杨三爷和虎妞是咱们家的恩人，你以后出息了，千万别忘了人家。知道了，小叔，小叔给你吃。陈小北拿着一块兔肉递到陈东嘴边，陈东接过塞进他嘴里。肉真好吃，要是天天能吃肉就好了。以后小叔让你天天吃上肉。虎妞说雪婷就进山，陈东在家做准备，麻绳、火柴、棉鞋、棉手焖子、铝制水壶等一应俱全。傍晚雪下的小了，陈东走到院子里，看着空空的狗窝，有些惋惜。家里的猎犬在陈山遭遇狼群时，忠犬护主战死了。等有钱了，一定要买一条好猎犬，进山打猎也能有个帮手。第二天一早，雪停了，沈红叶起大早做好了热乎的苞米面饼子。东子，给你干粮。沈红叶将苞米面饼子用围脖包好，递给陈东。陈东接过来收进军绿色布包。嫂子，我走了，小北按时去上学，什么都不用操心，一切有我呢。东子，注意安全。陈东背着枪和布包出门，零下30度的低温，呼出的白雾变成冰霜，挂在帽子周边。好男儿脚踏黑土，头顶苍天，腰杆子要硬，一定要撑住这个家。东子，陈东听到喊声，抬头看到虎妞背着猎枪，牵着一条黄色猎犬迎了过来。虎妞姐，虎妞给了陈东一杵子，黄色猎犬在陈东脚前闻来闻去，陈东下意识往虎妞身后躲。以后别叫姐，我还没你大呢，叫我虎妞就行，我大号叫杨婉。好吧，虎妞，我们走吧。虎妞提了提围在脸上的蓝围脖，牵着猎犬走在前面。老林子里的路不好走，积雪没过膝盖，大多是上坡，极为费力。虎妞常年在山林行走，如履平地。陈东因为受伤未愈，走得慢了些，虎妞时不时会放慢脚步等他。有点累了，歇会儿吃点东西吧。虎妞坐在老松树下，撒开大黄，大黄在周围闻来闻去。虎妞升起一堆火，烧了一盆血水，将苞米面饼穿在树枝上烤热。这还有咸菜，吃吧。谢谢。都是从小玩到大的，你跟我还这么外道。陈东接过饼子和补留克咸菜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，干粮下肚，身上暖和了不少，疲乏也消了一些。之前听进山的人说，这附近有野猪，要是能打到几只，可赚大发了。野猪这东西很凶的，一猪二熊三老虎，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而且入冬后野猪会结群，很危险。放心，我有准，咱们有2个人2杆枪，真遇到野猪听我指挥就行。你在这儿歇会儿，我往前走走。我下几个套子。虎妞带着大黄去搜索野猪踪迹，陈东拿出马尾毛，在弹性好的小树上设下套子，放置玉米饼渣子当诱饵。陈东刚要设第3个套子，看到虎妞慌慌张张地跑回来，朝他招手。陈东跑过去，看到前方松树皮被蹭掉，还有黑色毛发，雪地里有清晰的野猪脚印，绵延到山坡上。虎妞比了个噤声的手势，两人悄悄爬上山坡，看到山坡下有7、8只野猪在拱穴找巷子和榛子，有2只体型较大，还有几只幼崽，领头的公野猪估摸有400斤。打吗？距离太远先不打，不把握，惊了
了就都跑了。等他们往前走到30-40米的时候再开枪。这个上坡是咱们的保命符。两人躺在血泊上默默等待。过了一会儿，虎妞示意可以开枪，两人子弹上膛，取下免手闷子。2声枪响，树上积雪被震落。陈东第一枪打偏，虎妞一枪命中母野猪的脖子，紧接着又一枪将其爆头。小野猪吓得嗷嗷直叫。这老套筒太不靠谱了，还是得尽快熟悉这把枪。400斤的公野猪看到母野猪倒地，红着眼睛朝两人冲锋而来，速度极快，距离只有不到20米。虎妞的猎枪只能装2发子弹，他正在快速装弹。陈东拉动枪栓，再次扣动扳机，命中了公野猪的耳朵。公野猪更加愤怒，速度更快，转眼就距离陈东只有6-7米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大黄窜出去骚扰公野猪，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陈东抓住机会扣动扳机，虎妞也装弹完毕，同时开枪，2发子弹击中公野猪的脑袋。公野猪一头栽倒在地，只剩后腿微微抽搐。陈东再次拉栓上膛，和虎妞一起开枪，命中了一头乱窜的母野猪。陈东枪膛里只剩最后1发子弹，打偏了，可惜了，差一点就打中了。大黄冲出去骚扰牵制跑得慢的小野猪。陈东发现一只小野猪掉进了雪坑，正在嗷嗷惨叫。虎妞，还有只活的野猪仔，下去看看，千万加小心。虎妞快速装弹，陈东往枪膛里填装子弹，两人互相紧接着走下山坡。刚才大炮卵子冲上来的时候，你装完子弹一直不开枪，是在考验我吗？你都知道了还问，故意骚我啊？当然不是，我就是想问我表现的怎么样。勉强算你合格，枪法不怎么样，还得练。不过心理素质不错，没吓跑，也没扔枪。主要是这枪太老旧了，不好使，拉不出屎来赖茅房。虎妞蹲下检查猎物，大黄跑回来，虎妞甩出野猪内脏，大黄低头吃了起来。陈东下到雪坑，用麻绳捆住小野猪的蹄子，将它拉了上来。两人通力合作，将打死的野猪清理干净，拖到雪坡上，累出了一身汗。虎妞的脸红得像熟透的红苹果。两人准备材料制作草爬犁，将野猪装上去，准备返程。趁着天还没黑，赶紧走，小心血腥味引来其他野兽。两人拖拽着草爬犁下山，终于在天黑前走出老林子，回到村里。路上遇到的村里人看到爬犁上的野猪肉，个个眼睛瞪得溜圆，议论纷纷。这不是老陈家的东子吗？上次差点死在老林子里，这次还敢去，胆子真大。没看到虎妞跟着呢。虎妞他爹可是杨三爷，10里8村最好的猎人。这么多野猪肉，要是能给俺1块就好了。两人正赶路，碰到了张春花。张春花看到野猪肉和活的野猪仔，眼睛都直了，凑了上来。哎呦，这不东子吗？打了这么多野猪，还有一只活的，这小猪崽子还挺能叫唤。张春花伸手想去摸野猪仔，被陈东喝住。叫不叫唤的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别给我下动态。小兔崽子，怎么跟你婶说话呢？我摸摸怎么了？东子，我看你是真不想跟俺家小梅好了。本来寻思你把这小野猪给俺轰轰小梅，让她继续跟你处对象。现在哼哼。张春花双手抄在袖子里，一脸傲气地挡在陈东和虎妞面前，看着陈东拉着爬犁上的野猪仔，眼神贪婪。别墨迹了，小梅我高攀不起。再说她不是和我断关系了吗？现在说这些有啥用？一边待着去。虎妞捂着嘴偷笑。陈东不愿再搭理张春花，拉着爬犁就要走，却被张春花拦住。小崽子，咋跟你婶说话呢？你和俺家小梅好的时候，一口一个婶子叫，现在不要她了，说话就跟吃了枪药似的。俺家小梅跟你好了那么长时间，都被你坏了名声，这小野猪得给我，就当补偿。张春花话没说完，就伸手去抓爬犁上的野猪仔。陈东顿时无名火起，滚犊子！陈东放下爬犁，一把抓住张春花的手腕，将她狠狠甩到一边。张春花踉跄几步，一屁股坐在雪壳子里。天杀的小畜生，欺负我一个上岁数的老太太，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！张春花坐在地上哭嚎撒泼，陈东气得想收拾她，却被虎妞一把拉住。虎妞冲他努努嘴，示意附近有人看热闹。别管这老帮菜，咱们走。他愿意在雪地里躺着就躺着。陈东点头，和虎妞拉着爬犁走远。张春花怕挨揍没敢拦，等两人走远，又起身骂骂咧咧，还跟围观的村民说陈东的坏话。村民们都知道他的性子，看了一会儿就都回屋了。陈东打来的野猪肉给沈红叶、陈小北那2个小骚蹄子吃太浪费，我得找小梅，只有小梅能治他，让他把肉送到俺家，还得给我下跪道歉。张春花急匆匆往家跑。陈东和虎妞拉着野猪回到家时，天已经黑了。杨三爷和三大娘早已在门口等候。三大娘拉着陈东和虎妞进屋取暖。杨三爷披着棉袄看了看爬犁上的野猪，满脸赞许。东子，三大爷没看错，你小子是个打猎的好苗子。这次多亏虎妞，这孩子说话太客气了。杨三爷抽了几口旱烟，笑着和两人商量野猪的处置办法。今天你俩辛苦了，3头野猪留下1头母的，咱们2家分着吃，剩下2头去供销社卖钱。这小野猪仔东子，你看怎么弄？三大爷，小猪崽子就放您家养吧，我家粮食都不够自己吃，哪有余粮养它？换了钱您按3成分我就行。小野猪崽子，我就先养着，过年杀了咱们分肉，钱得对半分，咋的？你看三大爷像占便宜的人？当然不是，之前说好的，我只拿3成。杨三爷拗不过陈东，只好先答应。这时虎妞从西屋换完湿衣服走了进来，穿着红色线衣和单裤子，身形凹凸有致。搁这儿坐着干啥？上炕吃饭啊！
虎妞坐在炕沿挪进炕里，陈东看着她高耸的胸脯，有些眼晕。虎妞拿起苞米面饼子，就着兔肉和咸菜狼吞虎咽的吃起来。娘，给俺盛碗苞米面粥。东子，你搁那杵着干啥？还不上来吃饭？你吃吧，虎妞，我得回去了。最近刘四那个老流氓总来骚扰我嫂子，我有点不放心。不用那么着急，吃完饭再走。我把野猪肉分一下，你带回去给你嫂子和侄女尝尝。至于刘四，我今天碰到老支书，老支书把他骂了一顿，说他再敢骚扰你嫂子，绝不轻饶。他最怕老支书，估计能消停好几天。陈东架不住杨三爷劝说，坐在炕头上吃了顿饭。吃饱喝足后，杨三爷将野猪拦腰截断，把最好的肉都给了陈东。陈东推辞不过，只好收下。天怪冷的，三大娘，虎妞，快回去吧，别冻感冒了。道华，路上注意安全。三大娘推了推只披了件棉袄的虎妞，让她回屋。虎妞冻得缩了缩脖子，嘴硬的辩解：娘，别胡说，谁看那个臭小子了？我这是陪你出来，这叫孝顺。臭丫头，你可真孝顺。陈东回到家时已是半夜，沈红叶和陈小北正焦急地等着他。东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担心死我了，快把湿衣服脱了，嫂子去给你倒点热水。小北，快给你小叔把饭端上来。不用忙活了，嫂子，我自己来就行。陈东将半头野猪放在地上，沈红叶和陈小北看到野猪都惊呆了。野猪肉，东子，你打到野猪了？这只是一部分，剩下的明天换了钱再分。等一会儿烧火烤荤油，顺便弄点油滋拉吃。这么多肉能靠多少油滋啦？小叔，你好厉害！行了，别拍马屁了，去帮你妈烧火。丫头，别瞎唠了，让你小叔上炕歇会。我让你给你小叔拾掇饭，你咋还隔着看？别打，我都被你俩指挥懵了，我这就去。小叔，你快歇会儿，俺伺候你。不用，我吃完了。陈小北还是把饭拾掇了上来，端到陈东面前。吃饭吧，小叔。今天老支书给咱家送来20斤救济粮，这是俺妈贴的玉米面饼子，还有焖的咸菜，趁热吃。要不我喂你吧，你也累一天了。小丫头片子，少拿你小叔的闷子，我在杨三爷家都吃完了。啊，那我不白拾掇了？小孩子家的话咋那么密呢？你也没比我大多少嘛。陈东脱下湿透的棉袄棉裤，拿起手叉子剥野猪皮，又用斧头分割猪肉，将排骨、后丘等拿到外面冻着，肥膘切成小块，留着靠荤油。忙活一阵已是后半夜，几人都累得不行，只好明天再弄。陈东刚准备睡觉，沈红叶端着一盆热水走进东屋。东子泡泡脚，解解乏，再睡觉。沈红叶不由分说地抓起陈东的脚放进盆里，用手轻柔地搓揉着。陈东闹了个大红脸。我前10几十年都是单身，面前可是我嫂子，太尴尬了。嫂子，我自己来就行，你快歇着吧。洗个脚而已，这么紧张干嘛？沈红叶的俏脸红扑扑的，居高临下的角度不经意间泄露一抹春光，看得陈东心惊肉跳。我习惯自己洗，让我自己洗吧，嫂子。那好吧，你自己洗，有事你喊嫂子。沈红叶转身离开，陈东草草洗完脚钻进被窝，明明很累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后半夜迷迷糊糊睡过去，做了一宿梦，梦里有个女人摸他，看不清脸，一会儿像沈红叶，一会儿像陈小北，一会儿又像虎妞。东子，别睡了，起来吃饭啦，我炖了猪肉白菜。陈东坐起身，掀开被窝，老脸一红，手忙脚乱的换衣服。坐到饭桌前，沈红叶已经将苞米面饼子和猪肉白菜端了上来。东子，你还在长身体，多吃点。够了，嫂子你快吃吧，我自己家就行。嫂子，小北呢？去上学了，我用铝饭盒给他装了白菜炖肉和玉米面饼子，中午在学校吃，不回来。天还黑着就去上学，道还那么滑，不会有危险吧？没事儿，他和邻居家的孩子搭伴一起去，天天有人等着他呢。那就好。辛苦你了，东子，你比小北也大不几岁，却要撑起这个家，还要去危险的老林子打猎，嫂子心里不得劲，对不起你。沈红叶说着哽咽起来，用袖子抹眼泪。嫂子，你说的什么话？没有俺爹，俺大哥和你照顾，我当年早都冻死饿死在山沟沟里了。东子，嫂子耽误你了。别哭了，嫂子，咱们去烤油滋了吧，那肥肉都放一晚上了。沈红叶抹干眼泪，收拾碗筷。陈东倒来柴火，升起灶火，将肥肉倒进锅里，小火慢烤，不一会儿就烤出不少猪油，油滋啦的香味飘了出去，周围邻居和小孩都被缠住了。李梅也闻到香味，加快了脚步往陈东家走。早知道陈东能打到野猪，我就晚几天跟他摊牌了。以前他打到猎物都会主动给我送下去，这次我只要说几句软话，他肯定还会把肉和油滋啦给我，还要让他给我买稀罕东西。陈东，开门，我是小梅，你快给我出来，你再不出来，我永远都不搭理你了。油滋啦套好了，沈红叶用罩里将油滋啦捞出来，放进小盆里。陈东忍不住伸手抓了一块，被烫得直刺哈。东子怎么还像个小孩似的？这啥急？晾凉了再吃。没事，嫂子，我就是替你尝尝烤没烤好。是，东子最懂事了，我给油滋啦放点盐，这样更好吃。陈东听到门外的喊声，脸色一沉，骂骂咧咧地走了出去。谁呀？大早上起来瞎喊啥？叫魂呢？陈东打开大门，看到李梅冻得通红的手，李梅撒娇似的将手递到他眼前。干啥呢，陈东？俺都在外面喊你半天了，都要冻死了，你看俺手都冻红了。你动不动手关我啥事？拿一边去，到底找我干啥？有事快说，
有屁快放！李梅憋了一肚子火，又想起自己是来要肉的，只好忍了下来。东子，你生气了？你以前可大度了，可稀罕俺了，是不是前几天俺娘说的话惹你生气了？俺娘就是考验你，就算俺娘不同意，俺也愿意跟你在一起。俺对你的心你还不知道吗？好话赖话都让你说了，你可真能忽悠。陈东，你这说的啥话？你不想跟俺好了？我陈东高攀不起你，你回吧，我忙呢。别走啊！李梅上前想抱陈东的手臂，陈东后退一步躲开。李梅趁机挤进大门，小跑着进了屋。沈红叶正好看到她进来，热情的招呼：“小梅来了，快坐，嫂子给你倒点水。”李梅爱答不理，径直坐在陈东刚才的位置上，伸手就抓盆里的油滋拉吃。东子，这油滋拉真好吃，一会儿走的时候给我多装点，再给我拿点野猪肉，俺家好长时间没吃肉了。你昨天冲撞了俺娘，我回去帮你说点好话，俺娘气消了，咱俩还能好。陈东走进屋，看到这一幕，一把将李梅从座位上薅起来，推出门外。你这是干啥啊，东子？别磕着小梅。嫂子，这种忘恩负义的人，不能让他进咱家的门，滚出去！好你个陈东，你不光欺负俺娘，还欺负俺，你个始乱终弃的臭流氓！咱俩连手都没牵过，始乱终弃从何而来？自始至终，你都是只收东西，不跟我谈感情。你回去好好想想吧，不送。小畜生，俺看你就是被沈红叶这个狐狸精迷了，你就想搞破鞋，臭不要脸！我要是你哥，半夜都得从坟圈子里气奔出来。沈红叶被骂得眼圈通红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小梅妹子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凭什么编排我？我跟东子清清白白，什么事都没有。那谁知道呢？你们孤男寡女住在一起，干柴烈火，说没事谁信啊？我呸，骚狐狸！再胡说八道，我撕了你的嘴！陈东看到沈红叶哭了，顿时怒了，拎起门口的泔水桶，直接浇了李梅一身。泔水里又脏又臭，李梅浑身湿透，头上还顶着烂菜叶子。啊，陈东，你疯了！竟然敢拿臭泔水泼我，你太过分了！我永远都不搭理你了，咱俩彻底完了。陈东赶走李梅，快步回到屋内，沈红叶还在擦眼泪，手里却依旧忙着装荤油。嫂子，忙了一早上，你歇会儿，这些活我来弄。不用，你去歇着吧。嫂子，李梅跟她娘一样，嘴没个把门，咱不搭理她，她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，要是不解气，下回我再给她浇泔水出气。你还敢泼她？你这回都捅了马蜂窝了，李梅她娘能把你讲究死，你名声就毁了。我一个大男人，行得正坐得端，我怕她讲究。时间过得真快，曾经流鼻涕的小孩也长成男子汉了。沈红叶摸了摸陈东的头，两人离得很近，陈东闻到他身上的雪花膏香味，心里生出别样的情愫，有些慌乱。嫂子太温柔了，我不能有不该有的想法，她是我嫂子。嫂子，我今天要和杨三爷去供销社卖野猪肉，回来会晚一些，你们吃饭不用等我，我走了。陈东抓起棉袄和棉帽子，匆匆跑了出去，没一会儿就到了杨三爷家。杨三爷正往马车上装皮子，看到他来，笑着打招呼：“东子来了，我正想让虎妞去找你呢。这丫头听说要去县里，在那臭美打扮，半天不出来。我刚让你三大娘去叫她。”三大爷不着急，天还早，赶趟。陈东帮着杨三爷将冻硬的野猪抬上车，很快就装好了东西。差不多了，东子，你去招呼虎妞，让她快点，别磨磨蹭蹭，省得贪黑回来。好嘞。陈东走进屋，三大娘正在刷碗，告诉他虎妞在西屋。东子来了，吃饭了吗？锅里还有热乎饭。吃完了。三大娘，虎妞呢？三大爷让我招呼她出发。在新屋呢，你去看看他倒腾啥呢？半天不出来。陈东来到西屋，推开门，看到虎妞正在换衣服，白皙的后背映入眼帘，他吓得赶紧退出去，关上房门，老脸涨得通红。完了完了，不小心看到虎妞换衣服了，她肯定要生气了。没几分钟，虎妞满脸通红的走了出来，穿着红格子棉袄和藏蓝色棉裤，手里拿着蓝色围脖，麻花辫甩在背后，小脸红扑扑的。你跟个鬼似的，站在我后面干啥？一声不知，想吓死谁啊？别吵吵虎妞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找你有点事。啥事？快说，别磨磨唧唧。陈东看周围没人，杨三爷也没进来，咬了咬牙，从兜里掏出一个黄色向日葵图案的彩发卡，塞到虎妞手里。那啥，给你的。虎妞的脸瞬间红了，举起发卡看了看，眼里满是欣喜。这发卡还挺好看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为啥送我东西？快说，不然我告俺爹。别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感谢你带我进山打猎，三大爷还借我家粮食，我没什么好报答的。看到这发卡好看，就买给你了。算你小子有良心，发卡我收下了，恩情的事以后别再提，我听着烦。虎妞把发卡戴在头上，看着陈东，好看吗？好看。虎妞，今天我不小心看到你换衣服的事，你别告诉三大爷，行不？嗷，原来你小子在这等着俺呢，看你表现吧，表现不好你就完了。小心，后面有台阶。虎妞转身跑进供销社，陈东赶紧追了过去，发现虎妞正乖巧地站在杨三爷身边看新买的花布。杨三爷也没多问。中午，几人在供销社就着热水吃了自带的干粮，之后赶着马车出发，争取在天黑前回到村子。回村的路上要经过老林子，天黑后有野兽出没，很危险。虎妞，你头上的彩发卡哪来的？我咋没给你买过？捡的。臭丫头，你长这么大净丢东西了，啥时候有这好运？捡东西
就拿你老爹开涮。不信拉倒，就是捡的。行，俺闺女行，出趟门就捡个好东西。几人顺利回到杨三爷家，刚进门，三大娘就迎了上来，说老支书找杨三爷，已经等了很长时间。几人走进东屋，看到头发半白、精神矍铄的老支书坐在炕上，愁眉苦脸的。王爷好。王爷好。哎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，急死我了。老支书，啥事儿这么急？杨三爷摘下帽子，脱下棉袄，老支书立刻把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。今天离靠山村不远的奋斗林场，有一名男知青失踪了。收工天黑，没人注意，点名时才发现林场派人找了，没找到。黑天不敢深入老林子，怕再丢了人。老林子里还有狼群、熊瞎子，夜间是他们的主场。林场招呼10里8村的老猎人，明天天亮带队进山寻人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毕竟这边离苏联边线近，怕那知青是特务，传情报就麻烦了。去的人都给公分，粮食奖励，有重大发现还有额外奖励。老支书，什么时候走？现在就走，坐马车去林场，明天早上天一亮就进山。这么着急啊？俺家老头子还没吃饭。老爷们的事儿你少管，让你见笑了。老支书，我收拾收拾，现在就走。弟妹，实在没办法，事情紧急，我绝对不会亏了老杨。老支书，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你开口，我能办到的绝对办利索，不为别的，就佩服你这个人。杨三爷开始穿衣服收拾东西，虎妞也跟着穿衣服。爹，俺也去，你腿有毛病，你一个人去俺不放心。带我一个，我也去。老支书能稍等我一会吗？我回家取猎枪和装备。胡闹，你俩去干啥？老实待着。三大爷，人多力量大，老林子里危险。再说，你还不相信我和虎妞吗？我们也是有经验的猎人。就是，今天我去定了。杨三爷拗不过两人，只好答应。老支书也很高兴，说两人去都有功分和奖励。好，英雄出少年，你们去都有功分，林场的奖励另算，放心，绝对亏不了你们，亏了我个人补。谢谢老支书，我先回家取东西。陈东匆匆回到家，有重大发现还有额外奖励。老支书，什么时候走？现在就走，坐马车去林场，明天早上天一亮就进山。这么着急啊？俺家老头子还没吃饭。老爷们的事儿你少管，让你见笑了。老支书，我收拾收拾，现在就走。弟妹，实在没办法，事情紧急，我绝对不会亏了老杨。老支书，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你开口，我能办到的绝对办利索，不为别的，就佩服你这个人。杨三爷开始穿衣服收拾东西，虎妞也跟着穿衣服。爹，俺也去，你腿有毛病，你一个人去俺不放心。带我一个，我也去。老支书能稍等我一会吗？我回家取猎枪和装备。胡闹，你俩去干啥？老实待着。三大爷，人多力量大，老林子里危险。再说，你还不相信我和虎妞吗？我们也是有经验的猎人。就是，今天我去定了。杨三爷拗不过两人，只好答应。老支书也很高兴，说两人去都有功分和奖励。好，英雄出少年，你们去都有功分，林场的奖励另算，放心，绝对亏不了你们，亏了我个人补。谢谢老支书，我先回家取东西。陈东匆匆回到家，沈红叶正在烧火热饭，陈小北在里屋写作业。东子回来了，干啥这么着急忙慌的？陈东把买的东西堆在炕上，陈小北看到后高兴地扑了过来。雪花膏、麻花、水果桃，这么多好吃的，小叔，俺稀罕死你了。陈小北蘸了点雪花膏往陈东脸上擦。小叔，香不香？香。嫂子，我今天去供销社卖野猪肉换了钱，这是剩的30多块钱，你放起来，我花的时候再找你要。陈东把钱塞进沈红叶手里，沈红叶的手冰凉嫩滑，陈东像触电似的缩回手。这么多钱，这是你挣的，你自己放着，将来留着娶媳妇。嫂子，先放你这，我没时间跟你拉扯，我要和杨三爷去林场进山寻人，我得取猎枪和装备。陈东摘下墙上的老套头，把子弹揣进兜里，又把手叉子绑在腿上，背上军用布包。东子，这么晚了，你拿着枪去干啥？上面下来的任务，和杨三爷去林场进山寻人，我走后，你们晚上关好门，别出去。小叔，你能不能不去啊？陈小北光着脚追出来，眼泪汪汪地拉着陈东的袖子。不行，杨三爷是咱们的恩人，他有事我不能不管，在家乖乖听你妈的话。陈东推门而出，刚走几步，沈红叶披着棉袄追了上来。东子，好歹吃了饭再走。不吃了，来不及了。陈东忽然想起什么，从兜里掏出蓝色波浪纹发卡，塞到沈红叶手里。嫂子，给你买的彩发卡，你戴着肯定好看。陈东转身就走，沈红叶握着发卡，一直看着他消失在黑暗中。陈东回到杨三爷家，三人带着猎犬大黄立刻出发。由于天黑走得慢，几人到达奋斗林场时已是后半夜，身上满是霜雪。知青组的梁组长热情接待了他们，倒热水，拿松子榛子，还安排了饭。老杨大哥、虎妞、陈东，你们一路辛苦了，快吃点饭，暖暖身子。很快，热气腾腾的玉米面饼子和冻豆腐白菜炖粉条端了上来，几人往汤里撒了点干辣椒，吃
吃得浑身发热。大黄也吃了顿好的，抱着骨头啃。吃完你们先休息，我已经安排好了住处，明天天亮咱们就进山。麻烦梁组长了。陈东和杨三爷住一个棚子，虎妞被安排到女知青那边，累了一天，陈东一沾枕头就睡着了。杨三爷感叹了一句年轻真好，也合衣躺下。该走了。陈东被杨三爷叫醒，发现天已经蒙蒙亮，立刻拿好枪和装备，跟着杨三爷走出去。虎妞也背着猎枪走了过来。林场的干事们正在等待分组，杨三爷和其他老猎人攀谈起来，都是老熟人。梁组长很快分好组，给每组分配了干粮和饮水。陈东、杨三爷、虎妞一组，配了梁组长，4人带着猎犬大黄立刻出发进山。前段进山的路被踩得比较实，走起来省力，越往深处走越荒凉，雪也越来越深，体力消耗越来越大。陈东、杨三爷和虎妞身体素质好，还能跟上。梁组长稍差一些，但也咬牙坚持着。几人走了一小天，深入到了老林深处。猎犬大黄突然猛地向前冲去，一边跑一边叫：“大黄好像发现什么了，快跟上！”大黄在一棵红松树下停下，围着一些碎布片和棉花套子，一边嗅一边哼唧。杨三爷走上前，捡起碎布片和棉花套子，看了看，又闻了闻，扒了扒周围的雪壳子。这好像是被什么东西撕扯的，雪壳子下面还有血迹，这人凶多吉少啊！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还得麻烦老杨大哥。好说，咱们继续往前找。前些日子下了小雪，有些痕迹被掩盖了，但有大黄在，能继续追踪。这马驼子应该刚走没多久，脚印还没完全被雪覆盖。咱们加快速度跟上他，说不定能找到人。好，都听老杨大哥的，大家小心点。几人加快脚步，跟着拖痕和脚印继续往前走。越往前走，周围的树木越茂密，光线也越来越暗，危险似乎就在眼前。几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三大爷，你腿不好，慢点开，我走在前面探路。不用，我没事儿。你和虎妞跟在我身边，梁组长你走在中间，注意脚下。好，谢谢老杨大哥。大黄突然停下脚步，对着前面的树林狂吠起来，声音急促，带着警惕。几人立刻停下脚步，握紧了手里的猎枪，警惕地看向大黄对着的方向。别出声，大黄发现情况了，咱们慢慢靠过去，小心点，别惊动了那畜生。几人屏住呼吸，慢慢朝着树林深处挪动，脚下的积雪发出轻微的咯吱声，每一步都格外小心。树林里近的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，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。马驼子及棕熊因肩背隆起如驼峰，行走四马得名。陈东上一世便是死于棕熊之口。三大爷，这马驼子可不好惹。几人继续追踪，走了很远，终于发现了清晰的拖痕和巨大的脚印，虽然落了雪，但依旧清晰可见。杨三爷蹲下身子，仔细观察脚印，神情严肃。这畜生脚印够大的，不像是普通的黑瞎子，很可能是马驼子。马驼子就是棕熊，性情凶猛，体重能达1000斤，直立身高2-3米，一巴掌能拍碎牛头，发起狂来能推倒碗口粗的树，太危险了。爹，马驼子，那咱们可得小心点，他发起狂来可不好对付。老杨大哥，马驼子很危险吗？那咱们还能继续找吗？危险肯定是有的，但既然来了，就不能半途而废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咱们小心点，慢慢往前搜。大黄能帮咱们预警。三大爷说的对，咱们小心点，互相照应，一定能找到失踪的至亲。几人放慢脚步，紧紧跟在大黄身后，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。老林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脚踩在雪地上的咯吱声，还有大黄偶尔的低吠声，空气中弥漫着一丝危险的气息。你们看，前面的雪地上拖痕更明显了，还有不少血迹。几人顺着虎妞指的方向看去，果然看到雪地上的拖痕越来越清晰，血迹也多了起来。杨三爷蹲下身，又仔细看了看脚印。咱们还是从长计议吧。杨三爷本就犹豫，开马驼子仓比开黑瞎子仓危险数倍，黑瞎子可用鞭炮吓出再爆头，棕熊却狂暴异常，且其胆杂质多，不如黑熊胆值钱。三爷，咱们88败都败了，可不能差这一哆嗦。知青失踪是大事，林场领导说了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而且这棕熊也是安全隐患，还得拜托您和2位爱徒。您放心，肯定不会让您白来，领导有奖励，这熊我们林场高价收购。富贵险中求，现在已经被架在火上，退无可退。3个人4条枪，还怕一只马驼子？既然如此，那就干。白山黑水的老爷们没什么好怕的。陈东知道此事已无法挽回，立刻打起12分精神。这能行吗？能保准吗？不会出什么意外吧？能行，没事，放心吧。在猎犬大黄的协助下，几人追踪至向阳雪坡，那里有一棵枯倒的大松树，树下有个黑黝黝的洞口，洞口有拖痕、衣服碎布和血迹，知青大概率已遇害。陈东和虎妞各砍了一根水曲柳削尖，准备用来卡熊脖子。杨三爷作为主射手，负责爆头。我也来帮忙，不能让你们几个忙活。杨组长，那把熊炸出来这个艰巨任务就交给你，不知道你敢不敢？什么话？瞧不起谁？我来就我来。陈东将小半挂鞭炮和火柴递给梁组长，几人巧摸靠近熊仓。陈东和虎妞持木枪守在洞口两侧，杨三爷举枪瞄准洞口。陈东比出3的手势，依次递减。梁组长点燃鞭炮扔进洞口，跑。梁组长撒腿就跑，因雪深路滑摔进雪堆，而洞里传来棕熊愤怒的咆哮声。来了！半个人高的棕色熊头从洞口窜出，陈东和虎妞立刻用木枪交叉别住他的脑袋。棕熊力气极大，一掌拍断2根木枪，陈东和虎妞被震麻手臂，摔翻在地。杨
杨三爷开枪，却因视线受阻，只打中熊脸而非要害。杨三爷一边倒退一边开第二枪，棕熊半张脸被轰烂，一只眼睛被打爆，彻底被激怒，朝着杨三爷猛追过去。棕熊瞎了一只眼，视界受限，恰好看到摔在血堆里的梁组长，转而将他列为第一攻击目标。棕熊如重型坦克般朝梁组长扑去，陈东和虎妞立刻开枪射击，并大喊提醒梁组长往山上跑，马坨子上山速度会慢很多。有经验的猎人都知道，遇棕熊上坡跑才有生机，下坡棕熊速度更快。梁组长被惊醒，撒腿往山上跑，速度快得让陈东惊讶。没想到梁组长白白净净的，爆发力竟然这么强。陈东和虎妞的子弹都未打中棕熊要害，棕熊追梁组长未果，转而冲向二人。此时二人处于下坡，棕熊急速冲来，杨三爷和二人接连开枪，子弹打在棕熊身上爆出血花，可他依旧疯狂冲锋，二人瞬间慌了神。虎妞，东子，棕熊飞扑过来，挥起熊掌拍向二人。陈东猛地推开虎妞，自己却被熊掌擦中肩膀和后背，陈东被拍飞4、5米远，摔进血壳子。棕熊将他视为最大仇人，再次朝他冲来。来吧，畜生，我们两辈子的恩怨今天彻底了结。陈东滑行速度不及棕熊，棕熊再次飞扑过来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陈东开枪了。杨三爷和梁组长以为陈东已死，虎妞却哭着冲了过去。虎妞，先别过去。虎妞不顾劝阻，跑到近前，发现棕熊没心中弹，脑袋已被打烂。陈东被压在熊尸下面。妞啊，咱能等会再哭吗？我被压得喘不上气了。东子，俺就知道你不会死的，你就是属狸花猫的，有9条命。虎妞试图搬动雄狮，却力不从心，连忙喊人。杨三爷和梁组长赶来，三人合力将陈东拽了出来。陈东身上满是擦伤，后背有4道深深的血痕，虽都是皮外伤，却已体力透支。好小子，够猛够硬，不愧是咱东北的汉子。可。爹，东子都受伤了，你干啥用那么大劲？下手咋摸轻没重的？怪不得俺娘老说你。小丫头片子，咋跟你爹说话呢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我没事，虎妞，你别说三大爷了。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闭嘴！虎妞红着眼睛埋怨了杨三爷几句，便扶着陈东到一旁简单包扎伤口。哎，女大不中留啊！你们两个歇会儿，虎妞好好给东子包扎伤口，我处理这畜生尸体。梁组长帮着搭把手。好嘞。杨三爷开始取熊胆，放血清糖，举起熊胆对着阳光查看，满脸惊喜。我操，这熊胆可以啊，品质不错，没想到马坨子也能开出这样的好胆。这熊胆勉强算得上金胆，能卖个高价。杨三爷将其小心挂在树枝上，又保留了熊心熊肝，其余内脏因棕熊吃过人，都扔给了猎犬大黄。杨三爷剁下熊爪，开始剥皮，因熊皮上有多个枪眼，忍不住暗道可惜。东子，虎妞，你们去做个草爬犁，用来运熊肉和知青遗体。天黑了，今晚就在这儿过夜。三大爷，咱们就在熊仓里凑合一晚吧，天黑搭棚子来不及了。好小子，心思够活泛的，是个好苗子。你小子可真敢想。姑娘家的手劲咋那么大呢？你未来老公都得让你打跑了。啥话？你再说一遍。三大爷，虎妞要打我。臭丫头，别胡闹了。老杨大哥，那熊窝能住吗？里面不会还有熊吧？小魏的尸体说不定也在里面，多瘆人啊。梁老弟，放心，要是还有熊早出来了，等会儿让东子把尸体拽出来。现在不是矫情的时候，天黑的老林子更危险。几人合力将棕熊尸体拖到洞口，用血埋好。杨三爷让陈东割了一块熊肉留着烤着吃。三大爷，让我去探洞吧，我灵巧，万一有事生存几率高。你这孩子咋不听话？你能有我有经验吗？三大爷别争了，就我去吧。我跟你一起去，给你照亮。洞口太窄，2个人不方便，我自己进去，你们给我压阵。不愧是杨三爷的徒弟，小同志好胆色。东子，千万要小心。放心吧，三大爷，没事。陈东接过虎妞手里的松林子，猫着腰钻进熊仓。洞穴深而宽阔，里面有铺着松针和桦树皮的熊窝，还有一具残破的知青遗体。陈东念叨了几句，将遗体拖出洞口。梁组长和虎妞被吓了一跳，杨三爷只是皱了皱眉。梁组长，你看这是不是你们林场失踪的知青？没错，是他。可怜的小魏才20多岁，白瞎这小伙子了。几人安慰了梁组长几句，将遗体用血埋好，随后在洞口砍了些枝丫，在洞里升起火堆。杨三爷将熊肉用树枝穿好，放在火堆上烤。不一会儿，肉香就勾动了几人的馋虫。都别瞅着了，来造吧！熊肉刚烤好，温度很高。陈东、虎妞和杨三爷用刀割着吃，梁组长没带刀，急得直舔手上的油。几位就别瞅我笑话了，帮我也弄块肉尝尝呗。梁组长客气了。陈东用刀割下一条熊肉，用干净树枝穿上，递给梁组长。几人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在粮食紧缺的年代，能吃上肉已是极大的满足。吃完后，几人用血洗了手，砍了些枯木枝留着填虎。随后安排轮流守夜。半夜，陈东感觉后背冰凉，发现虎妞的手伸进了他破损的棉袄里。这小妮子睡觉手还不老实，活该被三大爷训。第二天一早，几人刨出棕熊和知青的遗体，合力搬上草爬犁，朝着林场出发。走了一整天，终于抵达林场。林场张厂长早已带人等候，看到几人带回遗体和棕熊，又惊又喜，先安排人安葬知青，随后将几人请进屋里。老杨同志，这熊肉就卖给我们林场吧，连骨带肉8毛1斤，你看咋样？既然您发话了，肯定没问题。好，够爽快。梁组长通知食堂，
取肉称重算钱，晚上食堂吃熊肉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几位帮了林场大忙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只要我能做到，一定办妥当。领导，我想换点白面，家里想包顿饺子。没问题，就是现在物资紧缺，斤数可能不多。没事没事，多谢领导。张叔，你能不能给我弄件林场的军绿色棉大衣？东子的棉袄被熊扯坏了。臭丫头，白养你了，也不知道给你爹要一件。好，没问题，我那儿有一件没穿2回，跟新的一样。谢谢张叔。这位小同志，你有什么要求吗？张叔，你能不能帮我搞些7.92口径的子弹？我这老套筒快没子弹了。这个好说，我让他们给你弄几10发，不过你可千万不能用在歪地方，不然我也得跟着吃瓜落。张叔放心，我绝对不做违反纪律和法律的事，不信你问三大爷和虎妞。这小子挺老实的。领导，东子老实本分，我可以给他做保，有事我一力承担。不至于，我就是随口一说，你们放心，东西离开前让梁组长送过去。多谢张叔。张厂长离开后，安排几人在知青点休息。陈东刚眯了一会儿，就被鼻子痒痒的感觉弄醒，看到虎妞蹲在面前，手里还拿着一根野鸡毛。你干啥？我刚睡着。你别冤枉人，不是我才来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鸡毛是我捡的。你看我像傻子吗？好，你不信是吧？我去把那件事告诉我爹。别，虎妞姐，我错了，您老快坐。我陈东行得正坐得端，绝对不是被这小娘们威胁才服软的。虎妞从被子里拿出一件军绿色棉大衣，扔给陈东。看在你最近表现好的份上，这棉大衣送你了，快把你那件破烂扔了。你偷拿人家的棉衣不好吧？胡说八道，这是张厂长奖励我的，几乎全新，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，不穿就还我。陈东换上棉大衣，十分合身。虎妞看得连连点头。不错，挺精神，没白瞎这件衣服。谢谢了。光谢谢就完了，这件棉大衣怎么也得10几20块。等一会儿分钱了，我给你钱。咋那么傻呢？逗你玩呢。棉衣送你了，我走了。等俺爹起来，别忘了告诉他，知青下工后去食堂吃肉，顺便拿肉钱。知道了。杨三爷其实没睡着，一直在偷听二人对话。这小妮子怕是动了春心，东子这小子不错，要是能当上门女婿，我就享福了。就是他俩好像有啥事瞒着我。天黑后，知青们下工，食堂飘出肉香，整个林场都沸腾了。知青们排队打菜时还合唱起来。陈东喊醒杨三爷，一起去食堂。虎妞早已打好饭菜等着他们。爹，东子这边呢？2个大男人真磨叽，吃东西都赶不上汤。小丫头片子，咋跟你爹说话呢？几人大口吃着酸菜土豆炖熊肉，配上玉米面窝窝头，吃得十分尽兴。知青们也纷纷加入合唱队伍。几人吃得满嘴流油，直到吃不下才停下。虎妞拿出一沓钱递给杨三爷。爹，熊肉连骨带肉卖了500斤，加上熊肝，一共卖了408块。我留了200斤熊肉，咱们2家分，钱你分吧。杨三爷数钱的手都有些哆嗦，平复心情后，将一半钱递给陈东。东子，熊是你打死的，还救了虎妞。你拿一半，204块。三大爷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大家都出了力，大黄爷的功劳我拿3成就行。让你拿着你就拿着，哪那么多废话？你再磨叽，我就把你偷看我换衣服的事儿告诉俺爹。这小妮子，这个秘密还准备吃我一辈子。这俩玩意儿又背着我叨叨啥呢？这样吧，咱们3个平分。杨三爷和虎妞拗不过陈东，最终3人每人分了136块。在那个年代，这已是巨款。几人在知青点再住一晚，第二天一早准备套车返回村里。梁组长赶来送行，悄悄将2个布袋子塞到熊皮底下。张厂长让我给送来的。兄弟，替我谢谢张厂长。这熊掌你替我送给张厂长，还有这2包烟你拿着。老杨大哥，这不行啊，拿着，跟我客气啥？谢谢老杨大哥了。老杨大哥，这次真是多谢你们，不光找回知青，还让我们吃上肉了。学到了，搞好和林场的关系，以后猎物能换紧俏东西。告别梁组长后，马车驶离林场。虎妞掀开熊皮，拿出2个布袋子，一个装着20多斤白面和2斤豆油，另一个装着50发7.92口径子弹和一个子弹袋。爹，是白面，还有豆油，可以包饺子了。知道了，瞎喊啥，生怕别人听到。中午，马车抵达村子，陈东准备下车。三大爷，我在这儿下就行。熊肉别忘了拿，明天咱们去供销社卖熊胆和熊心。虎妞白面给东子装一半。虎妞抢过陈东装子弹的布兜，倒出子弹，装了一半白面递给他。愣着干嘛？不回家了？怪不得你叫虎妞，你是真虎，白面这么金贵都往出送。你才虎呢！谢谢三大爷。陈东扛着熊肉和白面往家走，杨三爷赶车，看到虎妞一直回头看陈东，气得用鞭杆子清扫他后背。爹，你打我干啥？咋的？眼珠子落人身上了？爹，你胡说啥？我回去告诉俺娘，你编排我。你告去呗，我怕他。我要告诉娘，你撩拨知青点的小姑娘。死丫头片子，不行胡说，你娘不得挠我？嫂子开门，我是陈东。陈东扇了自己一下，暗骂嘴瓢。嫂子沈红叶从屋里出来，连忙给他拍打身上的霜雪。外面冷，快进屋。陈东看到沈红叶领口露出的春光，忍不住流了鼻血。
这熊肉太冲了，以后得少吃。东子，你好几天不着家，可担心死我了。你要是出事儿，我怎么跟你哥和爹交代？我这不没事吗？嫂子别哭了，你看我带回来熊肉和白面，咱家可以吃饺子了。东子，你该不会去打黑瞎子了吧？太危险了，白面这么金贵，你怎么搞到的？别管了，嫂子，吃就完事了。沈红叶一直追问，陈东只好讲起猎熊的惊险遭遇。正讲到关键处，陈小北回来了，还用手挡着脸。小北，你怎么中午就回来了？放假，对，今天下午放假。陈东看出不对劲，支走沈红叶。陈小北小声向他要钱。小叔，你能给我2块钱吗？交课本费。小北，我今天不是给你2块钱交课本费了吗？丢了。陈东拽掉陈小北的手，看到他满脸泪痕，左边脸颊有巴掌印，手脖子也卡破了。谁干的？没谁，是我自己磕的。自己磕的能磕成这样？你当我傻？快说，到底咋回事？不说让你妈收拾你！陈小北被吼哭，沈红叶连忙进屋安慰。陈小北终于说出被欺负的经过：是刘四的儿子刘某，他说他爹被咱们欺负了，就带着人堵我，抢走了我的饭盒和课本费，还打我，威胁我回家拿钱，不然就天天堵我，用刀划我的脸。嫂子，刘四家的钱和粮你没还吗？还了，老支书带我去的，借条都撕了。这刘四也太不是东西了，自己打不过就让儿子欺负孩子。别怕，小北，妈下午去找老师和校长，把他开除。嫂子，你别去，他要是被开除，只会更肆无忌惮，这事交给我处理。小北，你下午照常上学，小叔保证他以后再也不敢骚扰你，见着你都得躲着走。谢谢你，小叔，可他们好几个人，我怕你受伤。没事，几个小崽子，小叔还不放在眼里，你安心学习就行。小叔虽然只比我大2岁，可我在他身上总能感受到安全感，抱着他的时候会和心跳加速，脸红发烧。行了，快去上学吧，鼻涕眼泪都从我毛衣上了。好了好了，别搓磨你小叔了，赶紧去上学，老师该着急了。沈红叶给陈小北脸上上药，陈东拿出1块钱递给他。小北，这1块钱你拿着，坐马车去学校，剩下的钱自己买点啥。谢谢小叔。东子，给他那么多钱干啥？他一有钱就瞎花，快拿回来。不得，这是小叔给我的。陈小北一毛腰躲开，抓起一个玉米面饼子就跑了。小丫头片子，不听话。陈东和沈红叶坐在炕上，炉火烧得旺盛，屋里暖意融融。东子，你给那小妮子那么多钱干嘛？她还是个孩子，哪知道钱挣的不容易。没事，嫂子，1块钱也不多，老话不是说了吗？穷养小子，富养姑娘。你小年纪哪来那么多歪理？嫂子，我都18了，不小了。陈东撸起胳膊嗅了嗅自己的肌肉，沈红叶看着他，眼神温柔。行了，别显摆了，在嫂子眼里，你永远都是那个哭着找嫂子要好吃的小屁孩。嫂子，我饿了，等着，嫂子去给你10顿饭。没多大一会儿，沈红叶就把炕桌搬过来，将热腾腾的白菜炖野猪肉和玉米面饼子端到屋里，又去给陈东盛苞米面粥。沈红叶再进来时，乌黑柔顺的长发上已经戴上了陈东送她的蓝色波浪纹彩发卡。吃饭都不好好吃，噎到了吧？快喝点苞米面粥，记住小口小口的喝，一连喝7次就不打嗝了。知道了，嫂子。陈东按照沈红叶说的，连喝7次苞米面粥，果然不打嗝了。陈东吃完饭，从兜里掏出1沓钞票递给沈红叶。嫂子，这是这次卖熊肉挣的130多块钱，你先替我放着吧。你是男人，这个家该你来当，还是你自己放着吧？主要是我太忙了，没时间管，万一你们要用钱什么的，我又不在家，那岂不很麻烦？那好吧，嫂子就先帮你放着，这是钱箱子锁头的钥匙，你要用钱就开锁，自己拿就是。沈红叶拆下一把钥匙，用自己编的彩绳穿上，温柔地挂在陈东脖子上。嫂子身上好香，不知道是雪花膏还是别的味道，真好闻。沈红叶从130块钱里抽出10块钱塞进陈东兜里。男人兜里应该带着点钱，万一要是用上呢？两人闲聊了一会，便相顾无言，各自坐在炕的一端，屋里只剩下炉火燃烧的声音。你歇着吧，嫂子去给你织件毛衣。沈红叶脸上泛着微红，起身快步离开了东屋。陈东躺在热乎的炕头，用枕头蒙住了脑袋，不知在想些什么烦心事。陈东睡了好几个小时，外面日头西落，天快要黑了。他起身准备去接陈小北放学，顺便收拾刘某。虎妞围着围脖从自家院里窜了出来，拦住了陈东。哎呀，咋这巧呢？陈东，我刚想出门溜达溜达，就碰到你了。你说这算不算缘分？大冷天的，都要黑天了，你一个姑娘家的跑出来干啥？在家闷得慌，出来溜达呗。咋的？这大道是你家的，我出来走走就不行？那倒不是。陈东无奈，只好自顾自往前走。虎妞连忙跟了上去。东子，你背着猎枪干啥去啊？你管我干啥呢？好，你这么对我是吧？你欺负我，我要告我爹，你偷看我换衣服。完了，这姑奶奶又来这套，真是怕了她了。姑奶奶，你别喊了，我告诉你还不行吗？我去我侄女的学校，今天刘四儿那个坏种儿子把小北给打了，脸都打肿了，还抢了他2块钱。哎呦，这小犊子曹的，真是反了天了！我跟你一起去，好好教训教训这小流氓。陈东脸上的表情瞬间僵住，他不想让虎妞跟着添乱。咋的？你不愿意呀？我要去告我爹，你偷看。虎妞说着就要喊，
周围还有零星的赶路人。陈东吓得赶忙捂住他的嘴，没说不带你去啊，别喊了。这还差不多。两人步伐飞快，没多久就离学校很近了。天越来越黑，温度也越来越低，冻得人脸疼。虎妞没戴手套，小手冻得通红，时不时拿出来哈气取暖。陈东无奈地摇摇头，脱下自己的棉手闷子，硬给虎妞套上。还挺会心疼人的，你对象教你的。陈东假装没听见，继续往前走。喂，谢谢了。不用谢，你这小妮子别老告我黑壮就行了。哼。陈小北放学了，和王小红、王小云以及韩壮一起走出校门，刚走不远就被刘猛带着。刘猛，你干啥？欺负女生算啥好汉？有种冲我来！就在这时，一只大手从陈小北身后伸出，紧紧握住了他的手腕。啊，疼疼疼！快松开！谁呀？陈东从陈小北身后闪出，将他踹出2米多远，在雪地上滑了一段距离才停下。就你们几个小逼崽子欺负小北是吧？过来，我给你们好好松松骨。小叔，小北，你小叔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对呀。我记得以前他脾气很好，从来不和人打架。今天他真的好帅，不许打我小叔的主意。陈小北蒙住王小云的眼睛，语气带着几分娇嗔：“你们几个愣着干啥呢？快上，揍他呀！”几个小混子互相对望一眼，虽然有点畏惧陈东，但仗着人多，还是冲了上去。就这几个没受过训练的半大小子，还不够我塞牙缝的。很快，一群人就被陈东撂倒在地。刘猛看着自己的跟班全被打倒，眼中露出恐惧。他从后背拽出一把小刀，指着陈东吼道：“陈东，你别过来啊！过来我捅死你！还走，我真的会捅你的！”虎妞踩住地上的小混子，拉动老套筒的枪栓，将子弹顶上膛，举枪瞄准刘猛。小犊子曹的，你看姑奶奶的枪让不让你捅？完了，他们真敢开枪，我这下惨了！陈东举手示意虎妞放下枪，虎妞收起枪，扛在肩上。刘猛见枪收起来，胆气又壮了，手持小刀朝陈东冲过去，左突右刺，全被陈东轻松躲过。陈东抓住刘猛持刀的手，将他的胳膊扭到身后。这个仇我记下了，你总有不在的时候吧？这么阴，我不在的时候你要怎样？陈东话音刚落，就卸了刘猛一只胳膊。刘猛疼得额头上冒冷汗，却依旧恶狠狠地看着陈小北几人。刚才这小子是怎么欺负你们的？都还回来？好嘞，哥，东哥，你能不能收我当干弟弟？我给你跑前跑后，干啥都行。陈东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韩壮顿时喜出望外。小北，他不打你巴掌了吗？还回来！刘猛胳膊脱臼，双腿发软，根本站不起来。陈东将他扔在地上，重新给枪装上子弹，拉上枪栓。东子哥，我服了，我彻底服了，我再也不欺负陈小北他们了。我给他们跪下道歉都行，你别杀我，都是我爹，那都是我爹那老犊子挑拨的。他说你欺负他，让我给他报仇。还有李梅，小北上下学的时间都是他告诉我的，你要杀就杀他们。刘猛吓得裤裆淌水，一股腥臊臭味弥漫开来。陈东将他的棉袄提上来，蒙住他的头，盖着点脑袋，省得脑浆子蹦我身上。刘猛感觉后脑勺被一个坚硬的东西顶住，吓得连求饶的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一声枪响后，他吓得嗷嗷惨叫。陈东掀开蒙在刘猛头上的棉袄，刘猛才发现自己没死。劫后余生的他满眼恐惧，身上全是冷汗。谢陈哥不杀之恩。刘猛跪在地上不停磕头。陈东又填了一发子弹，刘猛吓得仰倒在地，不断后退。哥，我不敢了。我真不敢了，别杀我！好，我信你一回。如果再有下次，你会在你家看到我，你爹和你都跑不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刘猛连滚带爬的跑了。陈东收起枪走了回来。虎妞松开陈小北，小叔，是我连累你了，我连累你杀人了，你快跑吧，被抓住会枪毙的。你这妮子咋这么傻？好好跟你小叔学学，他比猴都精。你才是猴呢！我可不是猴，我是老虎。嗷呜！小孩家的净胡说八道，杀什么人啊？你小叔哪敢杀人，就是吓唬吓唬他们而已。可是我听到你开枪了，之前被你拖走的那家伙也没回来，不是被你打死了吗？傻妮子，我早把他放了，估计现在都到家了。刘猛也没死，就是吓尿裤子了，以后不敢再找你麻烦了。小叔，你不早说，害我白担心了。陈小北抹了抹眼泪，用小手捶了陈东一下，随后有些不好意思地躲开陈东的手。配合的不错，记着，你欠我个人情。好好好。小叔和虎妞姐走得好近，我有点不舒服，好像自己的东西要被抢走了。咱们快走吧，我怕枪声把学校保卫科的人吸引过来。陈小北站到陈东和虎妞中间，隔开了两人。陈东招呼众人赶紧离开。东哥，以后你就是我亲哥，我一定跟着你。东哥，我们也认你当干哥哥吧？对呀，东哥，你有没有对象啊？陈小北气得直瞪王小云。陈东笑着让几人在学校多照顾陈小北。明天中午你们都不用带菜了，我让我嫂子多做些白菜炖野猪肉，让小北给你们带过去，请你们吃肉。谢谢哥哥，谢谢哥哥，谢谢哥哥。你小子还怪大方的，怎么不请我吃肉？你都在俺家吃好几回饭了。谁说我不请？明天你来我家里吃，让你尝尝我嫂子的手艺，请你吃到撑。哼，我才不去呢，我家又不是没有肉吃。几人结伴而行，很快就回到了村里。一回到家，陈小北就迫不及待地给沈红叶讲起了陈东的威风事迹。娘，
你不知道，小叔把刘猛他们都打跑了，还把他们吓尿裤子了，可厉害了。知道啦，知道啦，你小叔最厉害。沈红叶点了点陈小北的额头，看向陈东的眼神满是温柔和崇拜。东子累了吧？嫂子去给你打点热水洗洗脚。不用了，嫂子，我自己来就行。陈东拗不过沈红叶，只好乖乖坐下。沈红叶让他把毛衣线衣脱下来，拿自己的毛衣让他先换上。毛衣有点紧，沈红叶上手帮陈东脱衣服，两人离得极近。陈东一动，脸不小心碰到了，好柔软，差点又流鼻血了。沈红叶拿着陈东的衣服走后，陈东还在回味刚才的感觉。陈小北正在炕桌上写作业，看到陈东发愣，玩心大起。瞅啥呢，小叔？陈小北在陈东耳边大声喊了一句，陈东被吓了一跳，扭头时两人脸贴脸，差点撞到一起。小叔的脸好烫，我脸红了，太羞人了，我怎么能这样对小叔？陈小北连滚带爬的跑回炕桌旁，把脸埋进手臂里，心脏扑通扑通直跳。小丫头片子，连你小叔都敢整，我是不是好些日子没教训你了？你才小呢，我脚都不小了，我都是大人了。沈红叶泡好衣服走进来，看到陈小北不写作业，还和陈东斗嘴，顿时训道：又不好好写作业，搓磨你小叔是吧？我是不是该收拾你了？嫂子，小北最近太不像话，作业也不好好写，刚才还吓唬我，我被他吓得胸口疼。小丫头片子不听话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沈红叶抓起扫帚疙瘩，在陈小北屁股上打了好几下。陈小北哀怨地看了陈东一眼，陈东正笑着鼓掌。坏小叔，你等着，我一定要报仇，在梦里我要当女王，支配你。陈小北想着想着，脸上露出嗤笑。陈东又把沈红叶叫了回来，说他不服气。陈小北又挨了好几下。陈东折腾了一天，很快就睡着了。等他醒来时，天已经蒙蒙亮了。他被尿憋醒，迷糊着起身准备出去。东子，今天也没啥事儿，怎么起那么早啊？再睡会儿呗，吃饭的时候嫂子喊你。还好我刚才没掏出来，不然就太冒犯嫂子了。嫂子可真勤快，天不亮就起来收拾屋子做饭，我去给你抱点柴火。陈东穿着毛衣，他拉着鞋走出屋，先解决了内急，然后抱了一大包柴火。嫂子看起来柔柔弱弱的，没想到干活这么利索。这些柴火都是她自己捡的，劈的。外面温度极低，有零下30度。陈东的手很快就冻麻了，他抱着柴火赶紧走进屋。沈红叶正站在锅台前，往烧热的锅里舀了一勺猪油，油碰到热锅，发出滋啦的声响。嫂子的身材真好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嫂子，我把柴火放这了。陈东把柴火放在灶坑边，准备回屋睡回笼觉。沈红叶转身时，刚好看到他的脸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嫂子，你笑啥呢？咋的？我脸上有花啊？还真有，小北那臭丫头拿毛笔在你脸上画画了，画了好几朵花呢，你现在都成大花脸了。油热了，嫂子不跟你唠了，你快去洗洗脸吧。沈红叶一边笑一边往锅里倒野猪肉，很快肉香就飘了出来。陈东赶紧跑回东屋，拿起小镜子一看，气得笑了，自己脸上被画了4、5朵墨花，十分滑稽。肯定是陈小北那丫头报复我昨天告状，看我怎么收拾她。陈小北，陈小北在被窝里睡得正香，嘴里还嘟囔着，没过多久就被沈红叶薅着耳朵拽醒了。臭丫头，起来吃饭了，不然一会上学不赶趟了。妈，我小叔没醒吧？你不说我都忘了。臭丫头，你瞅给你小叔脸画的，他都用肥皂洗一早上脸了。那我不吃饭了。吃饭去吧，你小叔早都走了，说是今天要去供销社卖熊胆。陈小北听到小叔没在家，虽然不害怕，但心里有些失落。他套上衣服，跑到外屋地和东屋，都没看到陈东的身影。小叔真好，还特意叮嘱娘给我和同学做炖猪肉。你小叔特意叮嘱我多炖些肉，今天你要请同学吃炖猪肉，他走之前都给你装好在铝饭盒里了。臭丫头，你小叔比你大2岁，比你懂事多了。是啊，小叔咋那么好呢？陈东吃完饭，早早来到杨三爷家。杨三爷之前叮嘱过他，今天要一起去供销社卖熊胆。陈东敲了几下门，被三大娘热情地请进屋里，没想到直接把虎妞堵在了被窝里。陈东坏心大起，伸手捏住虎妞的鼻子，虎妞喘不上气，猛地坐了起来。娘，我再睡会儿咋了？今天又不上山，你咋又来这招整我呢？别叫娘，叫哥就行。虎妞披头散发的转头，看到陈东坐在炕沿上，顿时尖叫起来，钻进被窝蒙住脑袋。陈东，我正睡觉呢，你咋进来了？你流氓，我要告诉爹。行啊，快起来吧，虎妞，是三大爷和三大娘让我进屋来招呼你的，你快点吃饭，今天好去供销社卖熊胆，争取早去早回。不信，姑奶奶绝对不信，我都没穿衣服，他们2个能让你进来？虎妞裹紧被子，凑到陈东面前，吓得陈东后背贴在墙上。你可别瞎说，三大爷和三大娘说你穿着衣服呢，你不是穿着线衣线裤吗？我啥都没看到。虎妞掀开被子看了看，确实穿着线衣线裤，却依旧不依不饶。好好好，这次算你没看到，那上次呢？上次你也没看啊？上次那是意外，我也没看清。我要告我爹。虎妞有话好说，等今天卖了熊胆，我看看供销社有没有水果罐头，我请你吃水果罐头。这还差不多，出去吧，本姑娘要更衣了。怎么，你还想看啊，爹？陈东吓得赶紧溜出屋，关上了西屋的门。虎妞在屋里笑得前仰后合。不大一会儿，虎妞穿着红格子棉袄，扎着麻花辫，带着向日葵彩发卡走了出来。哎呦，臭丫头舍得起来了，今天咋打扮这么俊呢？不舍得带的彩发卡都带出来了，这是给谁看的？瞧你俩说的，咋的？你姑娘就不能美了？我不给谁看，我自己看不行啊？行，臭丫头，快吃饭吧。虎妞跳上炕，
拿起玉米面窝窝头，就着炖熊肉大口吃了起来。东子也来吃点。不了，三爷，我已经吃过了，是我嫂子做的。人家嫂子做的饭好吃，可不惜吃咱做的饭呢。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。陈东知道虎妞是在开玩笑，并没有在意。哎呀，我这腿疼病又犯了，卖熊胆今天你俩去吧，也该锻炼锻炼了。供销社的张主任是我铁哥们儿，为人信得过，不会骗你们。今天村里有去供销社的马车，你们坐马车一起去，中午就能回来。知道了，爹，俺们走了。虎妞吃完饭，拉着陈东就跑了出去。三大娘在后面喊着让他慢点。虎妞和陈东坐马车没多久就到了供销社，张主任早早在外面等着，热情地把他们请进屋里，倒茶抓瓜子。东子，虎妞，快坐，喝口水，嗑点瓜子。张叔，俺爹让俺们来卖熊胆，您就给出个价吧。陈东从袋子里拿出熊胆和熊心，张主任看到后眼睛一下子亮了。你这熊心熊胆品质都很不错，尤其是这熊胆接近金胆了。张叔不跟你们说虚的，熊胆350块，熊心100块，这是最高价了。陈东和虎妞对视一眼，陈东微微点头，两人都觉得价格合适。好的，张叔，成交。那个能不能用钱换点票啊？虎妞凑到张主任耳边，压低声音说道。张主任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。两人收到420块钱，还有一些布票、糖票和副食品票。为了不给张主任惹麻烦，他们把票都在供销社消费了。虎妞买了麻花、饼干、水果糖，布票给了陈东。陈东扯了些布，准备给陈小北和沈红叶做衣服，又买了2罐桃罐头。这个罐头给你。喂，你真给啊？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说到必须做到。哎，满嘴大道理，岁数不大，跟个老头似的。快别闹了，收拾东西，咱们早点回去。我上次下的兔子套好几天了，看看有没有收获。这么多天了，就算有，也被狼叼走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你想吃兔子，跟姐说，姐是神枪手，打兔子手到擒来。行行行，你最厉害了。两人收拾好东西，坐上回程的马车。虎妞坐在陈东旁边，不断在他身上闻来闻去。你干嘛，虎妞？狂犬病犯了？你才狂犬病犯了，我闻到你身上有女人的香味。说，你昨晚干啥了？我能干啥？我啥都没干。虎妞扯开陈东的棉袄，闻了闻他穿的红色毛衣，雪花膏的香味。你上回穿的蓝色毛衣怎么变成红色了？想当大娘们啊？你属狗的，鼻子那么灵，我那件毛衣洗了，这是我嫂子借我穿的。穿女人衣服，娘炮！你过分了！娘炮娘炮娘炮！陈东伸出冰凉的手去薅虎妞的耳朵，虎妞吓得连连躲闪。两人回到村里，陈小北看到陈东带回来的好吃的核桃罐头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虎妞和陈东就上山去看兔子套。第一个套子套中了兔子，却被野兽吃了。虎妞看了脚印，说是狼。吃了就吃了吧，管它是什么吃的。另一个兔子套是空的，陈东换了青萝卜当诱饵，两人没白来。半路上打了2只野鸡，一人一只拎回了家。晚上两家都飘出了炖鸡的香味，隔壁邻居都被馋坏了。来找陈东复合的李梅也被香味馋得直流口水。李梅站在陈东家门口，心里盘算着如何挽回陈东。她知道陈东现在能挣钱，想重新和他在一起吃香喝辣。陈东心软，我多说点好话，再让他占点便宜，他肯定会对我言听计从。都怪我妈当初非要让我和他分手。陈东和沈红叶坐在屋里，看着桌上的好吃的，沈红叶一脸欣慰。东子，那深山老林里多危险，你挣钱也不容易，省着点花，留着将来娶媳妇用。没事，嫂子，我才18，娶媳妇不急，钱该花就花。说什么傻话，结婚越早越好，嫂子在你这个年龄都和你哥结婚了。提到陈山，沈红叶眼圈红了，低声抽泣起来。别伤心了，嫂子，大哥在天之灵也不想看到你难过，逝者已矣，咱们活着的人要坚强，要活出个样来。东子，嫂子怎么感觉你这次醒来变化特别大？我能有什么变化，嫂子？变得成熟懂事了，你真的很像你大哥，勇敢、善良、有责任心啊！你说什么呢，嫂子？没说啥，鸡肉快炖好了，嫂子去给你盛菜。沈红叶红着脸，快步走向厨房。就在这时，屋外传来李梅的声音：“陈东，快开门，是我，你对象李梅呀。陈东，上次是我太冲动了，我专程来给你和嫂子道歉，希望你看在我们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，原谅我这一回。陈东，我老稀罕你了，没有你，我怎么活呀？”这李梅真是没完没了，肉麻死了！当初那么对我和嫂子，现在看到我有钱了，就来装可怜。陈东不想理他，他知道李梅是来蹭吃蹭喝，想复合。零下30多度的天气，他不信李梅能坚持多久。东子，小梅都承认错误了，要不让她进来吧？大冷的天，再给她冻坏了。嫂子，你可拉倒吧！好不容易摆脱这个吸血鬼，我可不想再和他扯上关系。你忘了当初他骂你有多难听了？让他在外面冻着就行。陈东抓了个鸡腿，坐在凳子上，透过窗户看李梅在门外表演。东子心里有我，还记着当初李梅骂我的事，真好。李梅喊了半个多小时，嗓子都哑了，又冷又饿。见陈东不出来，终于暴露了本性。这小犊子故意耍我呢，真是气死我了！陈东，你快给我出来，再不出来，我砸门了！李梅一边骂一边踹门，门没踹坏，自己却崴了脚，摔了个屁股墩。呜呜呜！大家快来看啊！陈东欺负我！李梅哭着喊着。陈东在屋里吃的正香，看够了好戏。李梅见陈东铁了心不出来，恨恨的走了。陈东吃完饭歇了一会儿，醒来时天已经黑了，看到沈红叶正往身上套棉袄，准备出门。干啥去啊，嫂子？
子。冬子，小北还没回来，以往这个时候他早到家了。我去邻居家问了，王小红姐妹也没回来，我想去接她。天这么黑，你别去了，我去，别担心。小北说不定是上晚自习，放学晚了，以前也有过。也是，但我今天总感觉心里慌慌的。放心，嫂子，我保证完完整整把小北带回来。陈东穿上棉大衣，拿了一块松明子当火把，走出了门。他忘了背枪，只带了腰上的短刀。天色很黑，没有月亮。陈东快步走向学校，周围的人家越来越少，只剩下大片的耕地。突然，陈东发现前方有个黑影一瘸一拐的朝自己跑来，他立刻警惕起来，拔出了短刀。救命！黑影喊了一声，就栽倒在雪地里。陈东跑过去一看，是韩壮。韩壮身上的棉袄棉裤被撕得稀烂，腿上和胳膊上都是血，手里还拿着一根棍子。他扑到陈东怀里，声音颤抖：“哥，快去救人啊！小北、小红和韩医生他们被狼给围了。你来时，小北他们怎么样了？我们被狼给撵散了。”有只狼一直咬我，我打它的头，它才跑。逃出来前，我看到小北他们爬到一个大苞米杆子堆上，暂时没事，时间长了就不知道了。韩壮声音颤抖，腿上不断淌血。有几只狼？大概4、5只吧。还好不是大狼群。陈东从韩壮的破棉袄上撕下一块布条，简单包扎好他的伤口，又脱下自己的军绿色棉大衣给韩壮披上。朝前走，前面有人家去那躲躲，我去找小北他们。哥，千万要加小心。嗷，那狼凶得很。放心吧，没问题的，这个借我用一下。另外，我的军大衣替我保管好，我还没穿过几回呢。陈东扯走韩壮手里的棍子，上身只穿着红毛衣，消失在黑暗之中。东哥太猛了，就是评书里的常山赵子龙也不过如此。我要是有他这么厉害，小北还不得喜欢死我？陈东跑了5、600米。低温让哈气在帽子上结满冰霜，身上冒起腾腾白气。他听到狼嚎，放慢脚步，点燃松明子，把木棍削尖做成木枪，一手拿火把，一手拿木枪，慢慢朝前走。陈东看到前方苞米杆子堆上站着4个人，正挥舞苞米杆子驱赶往上爬的恶狼。黑夜里，恶狼的眼睛呈幽绿色，十分瘆人。是我小叔来了，是我小叔来救我们了，我就说他会来的吧。你们看，5只恶狼见陈东靠近，身子弓起，亮出獠牙，发出威胁的低吼。2只狼继续蹲守苞米堆，另外3只从3个方向朝陈东急速包围而去，奔跑速度极快，配合默契。越是生死战斗，越要冷静，以逸待劳就好。一只狼从后面偷袭，凌空跃起，咬向陈东脖颈。陈东弯腰俯身，狼从他头顶越过。另一只狼从侧面向陈东进攻，陈东左手火把猛然抡起，敲到狼头之上，狼发出惨叫，在雪地上滚了好几圈。小心啊，小叔，狼消失了。2道黑影从左右扑来，陈东吓出一身冷汗，肾上腺素爆发，大吼一声，拽出腰间短刀，来吧！陈东一刀捅进最先扑来的狼脖子，划开喉管。另一只狼趁机咬住他的手臂，带着惯性将他扑倒在雪地里。火把熄灭，黑暗中只剩下狼吼和男人的怒吼。片刻后，所有声音消失，天地间一片寂静。陈小北等人大气不敢喘，死死盯着黑暗。小北，怎么没声音了？你小叔该不会出事了吧？你别胡说，我小叔那么厉害，怎么会被一只狼给害了？小北，你别怪安姐了，安姐也是担心你小叔，他这么长时间没过来，安姐也是害怕。要不我们下去看看吧？我是医生，万一他受伤了，我还可以急救。刚才我看到狼被他杀的只剩1只了。我们4个人也有一战之力。 4人赞同韩莹的提议，陈小北率先跳下苞米堆，王小红、王小云、韩莹紧随其后，挤在一起，战战兢兢往前走。小叔，是你吗？黑暗中亮起一簇小火苗，松明子火把被点燃，火光下，浑身浴血的陈东出现在众人面前，脸上、身上都被狼血染红，毛衣上结着血色冰晶。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们没事。小叔，你吓死人了！你怎么突然就没声了？我还以为你被狼吃了。别哭了，我不没事嘛，都是小伤，快起来吧，我身上都是狼血，别沾到你身上。小叔，你胳膊被咬破好大一个口子啊！不碍事。谢谢陈东哥哥救了我们。陈东哥哥，你说我们该怎么报答你啊？要不以身相许得了。不用谢，你们没事就好。你们老往我小叔身边凑啥？都快挤他怀里去了，腻不腻歪啊？小北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我做你小婶咋样？你说啥呢？我拿你当好朋友，你竟然想当我小婶儿，看我不收拾你！陈东同志你好，我叫韩莹，新来的知青，住在村卫生所，是那里的医生。今天去学校给学生看病，回来晚了遇到狼，多亏你了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不用客气，举手之劳而已。不过韩同志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是啊，韩医生，我好像没告诉过你我小叔的名字吧？我有几个知青同学在奋斗林场，之前陈同志去那里执行任务，狩猎了一头棕熊，让林场的知青们吃了好几回肉，大家都很感激你。我是从同学那听说你的，他们说你是靠山村最出色的猎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传闻而已，没有那么夸张，我只是运气比较好。其实杨三爷才是这10里8村最好的猎人。韩医生，先别聊了，这怪冷的，狼尸体的血腥味会引来其他野兽，咱们快走吧。好吧，
陈同志，你胳膊受伤了，我先替你包扎一下吧。不打紧，都是小伤，先离开这里，回村里再说。几人往前走，看到雪地上到处都是狼血，不远处躺着一具足有人高的狼尸，脖子、腹部有10几个血窟窿，另外4只狼的尸体也陆续出现。这身手太硬了，就算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士兵，仅凭一把短刀也难对付5只恶狼。他竟然只受了轻伤。你们几个帮我把狼尸拖回去吧，我拖2只，你们4个拖3只。走了一会儿，前方出现一片光亮，是韩壮带着5、6个村民举着火把，拿着铁锹和棒子打来。哥，是你吗？是我。哥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村里人听说有狼，都来帮忙了。双方碰面，韩壮看到浑身是血的陈东和5具狼尸，震惊的合不拢嘴。哥，你一个人杀了5只狼，你也太猛了吧！哥，你要是在古代，绝对是评书里那种万人难敌的猛将。行了，别拍马屁了，棉袄给我，我浑身都冻透了。陈东抢过军绿色棉大衣穿上，村民们得知5只狼都是他一个人杀的，纷纷倒吸一口凉气，议论起来。5只狼都杀不了他，肯定有天上的星宿护体。天杀星转世，错不了。看他那杀气腾腾的眼神，我腿肚子都转筋。老陈家祖坟冒青烟了。谢谢各位叔叔大爷来帮忙，这1只狼尸送给你们。太谢谢你了，陈东，这可真是太客气了。村民们十分高兴，找来一辆板车，帮陈东将剩下4具狼尸运回村里。快到家时，陈东看到刘四正鬼鬼祟祟的透过窗户偷看屋内的沈红叶。沈红叶这小娘们咋长得那么招人稀罕呢？哎呦，这胸这屁股也太勾人了吧！陈东气得抓住刘四的肩膀，将他提了起来。哪个小犊子敢抓你刘四爷的肩膀？快放开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刘四回头看到陈东满是血迹的脸和带血的猎刀，吓得浑身发抖，连滚带爬的跑了，一边跑一边喊：陈东杀人了！陈东杀人了！沈红叶听到喊声，没披棉袄就跑了出来。陈小北一把扑进他怀里。娘，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了，要不是小叔来救我，我今晚就被狼给吃了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你这不没事吗？你小叔呢？小叔去追刘四了。刘四这个臭不要脸的老东西，在大门外偷看你，被小叔吓得嗷嗷直叫唤，跑得可快了。小姑娘，把大门打开呗，我们把狼尸给你送进去。陈小北打开大门，村民们用板车将4只狼尸运进院子，整齐摆放好。娘，这都是小叔杀的，他一个人杀了5只狼，大家都说他是天杀星转世下凡渡劫来了。大妹子，没啥事，俺们先走了。老赵大哥，老刘大哥，天儿怪冷的，你们进屋喝点热水，吃点东西呗。不了，天这么晚了也不方便，俺们几个先回了。大妹子，等陈东回来，告诉他一声，顺便替俺们谢谢他。沈红叶送村民们走后，碰到了没追上刘四的陈东。东子都伤成这样了，你还去追刘四干啥啊？没事啊，都是小伤。刘四这老犊子对你贼心不死，一直在门外偷看你，没抓住他，不然我非揍他一顿不可。嫂子，你的红毛衣被我弄脏了，也被狼给啃坏了。你人没事就好，快把毛衣脱了，嫂子给你包一下伤口。毛衣上的狼血和汗液冻得发硬，陈东一只手受伤，沈红叶只好紧贴他的身体帮他拽毛衣。陈东不小心触碰到他的身体，有些尴尬。嫂子，我累了，先趴会儿，包扎什么的就不用了。路上有一位韩医生已经替我包过，明天他会来给我换药。嫂子整点热水给你擦擦身体，你看你身上都是狼血。娘，我帮你。沈红叶红着脸走出东屋，陈小北也跟了上去。陈东起身，掏出短刀开始给狼尸剥皮。他不要狼肉，只想要狼皮换钱。剥完皮，陈东光着上身把狼皮和狼肉拿到外面，冻得浑身哆嗦。跑回屋里时，沈红叶已经烧好了热水。外面多冷啊，怎么不穿衣服呢？快进屋，我给你擦擦身子。沈红叶用手巾蘸着热水，小心翼翼地给陈东擦拭身体。看到他身上的划痕，眼泪掉了下来，滴在陈东肩膀上。别哭了，嫂子，都是皮外伤。小叔，我也来帮你擦。陈小北拿着热毛巾在陈东身上乱擦，不小心立足不稳，坐在了陈东腿上。陈东腿上有伤，疼得龇牙咧嘴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调皮？沈红叶抓起扫帚打陈小北的屁股，陈小北满炕直跑。陈东在一旁起哄：小叔，救命啊！我娘发狂了。该打得好，嫂子，再使点劲儿，打累了就换我打。你线儿裤被狼扯破了，脱下来嫂子给你补补。不用，我自己补就行。废什么话，还用嫂子给你脱呀？不用，我自己来。陈东在被窝里脱下线裤递出去，沈红叶红着脸接过。走了，小北，让你小叔好好歇着吧，他都累一天了，你也早点睡，明天还得上学呢。娘，小叔受伤了，我在小叔这屋睡得了，晚上还能照顾他。小丫头片子，你能照顾谁啊？自己都照顾不好呢，赶紧给我回屋，别折腾你小叔。沈红叶揪着陈小北的耳朵，带着他离开了东屋。陈东困意上来，很快进入梦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陈东被沈红叶的手掌拍醒。醒醒，东子，老支书来了。东子，打扰你睡觉了吧？老支书，你这是哪的话？我正要醒呢。刘四昨天半夜敲我家大门，非说你杀人了，我不信，但还是
时过来看看，了解清楚情况就好。东子，你真是好样的，你那些没人要的狼肉，村上可以换给你粮食，就当是奖励。谢谢老支书，太感谢了。老支书走后，陈东简单吃了点饭，躺在炕上睡起了回笼觉，直到被人捏鼻子憋醒。你干啥呀你？我还要问你呢，你干啥呀？一大早上就捏我鼻子。我听说咱村出了个大英雄，天杀星下凡，本姑娘过来瞅瞅怎么个事儿。哎，你怎么不穿衣服和裤子？流氓！陈东耍流氓了，大家快来看啊！你个臭妮子瞎喊啥？我怎么就没穿衣服了？大裤衩子不是穿着呢吗？你又不是没看见。呸！不要脸！谁稀得看你那大裤衩子？哈，你嘴上说着不爱看，心里肯定老爱看了。要不然我都要换衣服了，你怎么还不出去？还说我流氓呢？你就是个妥妥的女流氓！我要喊我嫂子，嫂子，我屋里有个女流氓。虎妞被陈东说的脸红，慌乱中想去捂她的嘴，陈东裹着被子躲到炕里。你这小犊子说啥呢？咋啥虎话都往外冒呢？俺虎妞是那种人吗？谁稀罕看你啊？快别喊了！虎妞受不了孤男寡女独处，捂着发红的脸跑了出去，倚在门框上跺脚。杂草的，死陈东臭陈东，你个小王八犊子！等你好了，看俺咋收拾你！灶坑旁传来沈红叶的笑声，虎妞抬头看到他，更加害羞。嫂子，你别听陈东小犊子胡说，俺才没偷看他呢，真没偷看，就他那小身板，有啥可看的啊？东子别瞎嚎了，人家虎妞多好一个姑娘啊，你别总欺负人家。来，虎妞，快起来，蹲着多累呀！嫂子知道肯定是陈东耍无赖，我们虎妞才不稀罕看他呢。来，虎妞吃糖，咱不跟他一般见识。沈红叶抓了一把水果糖硬塞给虎妞，虎妞剥了一颗塞进嘴里，偷偷打量沈红叶，心里有些哀怨自己的身材不如他。陈东穿好衣服来到外屋地，沈红叶招呼两人吃饭。东子起来了，洗手洗脸吃饭了，虎妞在这吃点，尝尝嫂子手艺。不了，嫂子，俺来时吃过了。你的饭量我还不知道，一个人能顶我俩，别装假，让你吃你就吃，你不老早就说要尝尝我嫂子手艺了吗？我啥时候能吃了？你少胡说八道。陈东推门出去上厕所，回来时沈红叶已经将土豆炖野猪排骨、熊油滋啦、冻豆腐、白菜汤和白面馒头端上了桌。哇，嫂子，今天这菜也太丰盛了吧？怎么还有白面馒头？那点白面你平时宝贝的很，都不舍得动的。你不伤了吗？得好好补补，再加上今天有虎妞这位贵客，当然得整点好吃的。快，虎妞别客气，敞开吃，不够还有。哎，嫂子，我真不饿。陈东一把捏住虎妞的下巴，将白面馒头硬塞进她嘴里。东子，你上厕所洗手了吗？你就给人家虎妞拿干粮吃。当然没洗了。虎妞赶忙要吐馒头，陈东又开口打趣：都你呢啊，早洗手了，快吃吧，我在你家都没那么客气。哼，你当谁都跟你一样呢？虎妞掰开馒头，加上熊肉油滋啦，就着土豆炖排骨吃了起来。沈红叶给她盛了一碗冻豆腐汤，加了一勺辣椒油。嫂子进屋织毛衣了，虎妞你敞开吃，吃完了招呼嫂子。东子，好好招呼人家，听没听见？知道了啊，嫂子。沈红叶进西屋后，虎妞彻底放开，大口吃肉，大口炫馒头，吃噎了就喝一碗汤，还主动让陈东给她盛汤。再给我盛一碗，好吃，真好吃，你嫂子做的比俺娘做的都好吃。那你以后天天上我家来吃吧。那可不行，我要总不在家吃饭，我娘又该揍我了。陈东又给虎妞加了2块排骨，虎妞笑着接过，大口啃了起来。陈东看她吃得香，也多吃了半个馒头。沈红叶听到两人聊天，准备出来收拾桌子，虎妞赶紧把吃剩的骨头划了到陈东那边。东子，你怎么就顾着自己吃，咋不知道给人家虎妞夹菜呢？没事，嫂子，我不咋饿，吃饱了。沈红叶拿出毛巾想给虎妞擦脸，陈东一把抢了过来。嫂子，来者都是客，我给虎妞擦，让我来伺候伺候她。你干啥？不用你，我自己来就行。陈东一把按住想跑的虎妞，用热毛巾在她脸上一顿擦，虎妞被擦得喘不上气。你干啥啊，陈东？喘不上气儿了，你快放开俺啊！干啥呢，东子？别老欺负人家虎妞，虎妞多好一姑娘啊！嫂子，你净瞎说，我啥时候欺负过虎妞啊？你看我给她擦得多干净。看我们虎妞长得多俊啊，大眼睛双眼皮，白里透红的皮肤，简直是咱们10里8乡的第一美女。哪有啊，还是嫂子漂亮。嫂子老了，可不如你们这些小姑娘了。两人互相夸赞，陈东插不上话，自顾自收拾桌子，虎妞也破天荒帮忙收拾，沈红叶则擦桌子。大门外传来敲门声和喊陈东的声音，陈东透过窗口看到韩莹背着药箱站在外面。嫂子，是韩医生来了。我去开门，你们2个好好收拾收拾。沈红叶出去开门，虎妞掐了陈东后背一下。你小子艳福不浅啊，又来个大美女找你。小妮子别瞎说，人家韩医生给我换药来了。韩莹走进屋，一股寒风随之灌入，她身材纤细，模样清秀。快上屋里坐，韩医生，我去给你倒杯热水。不用那么客气，嫂子，我是来给陈东换药的，换完药我就走，还要去给人看病呢。韩医生快进屋。陈东打开东屋门，请韩莹进去，虎妞也跟着走了进去。韩莹打量了虎妞一眼，露出意味深长的笑意。怎么样，胳膊还痛不痛？有没有发烧？不活动的话不痛，发烧倒是没发烧。把绷带打开吧，
我给你换药。韩英打开药箱，陈东撸起袖子拆开绷带，露出被狼咬的伤口，伤口不太大但很深，还有撕裂伤。虎妞看得皱起眉头，伤口有点深，我再给你消下毒。韩英用棉签蘸着红药水给陈东消毒，陈东强忍着疼痛，没皱一下眉头。消完毒，韩英用绷带包好伤口，沈红叶和虎妞松了口气。给你拿点消炎药，你按时吃，什么时候吃？一次吃几片？我给你写纸上。韩英倒出黄案片包好，写下用量，几人闲聊起来。韩英总把话题引到奋斗林场失踪的知青身上。你们一定很好奇我为什么这么关心那位失踪的知青吧？这也没有外人，我就实话实说了。虎妞拖着下巴，专注地看着韩莹，沈红叶也放慢了擦桌子的动作。陈东也有些好奇，其实小薇是我的同学，也是我的恋人，我们之前在一个学校读书，后来相爱，一起被选中上山下乡。我懂医术，流转在各个村县当赤脚医生。小薇被派到了林场，林场太艰苦了，小薇只是个学生，哪吃过这么多苦？她告诉我，快坚持不住了。我们互通书信，我一直鼓励她，直到那天我听到噩耗，小薇失踪了。找到的时候只剩下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，我哭了好几天，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韩莹泣不成声，沈红叶和虎妞围上去安慰。陈东若有所思，陈同志，小薇遇害之前有没有留下什么话或是东西？如果有的话，请交给我，我想留个念想。我找到小薇知青的时候，她已经去世了，没有留下话，身上也没有遗物，她的身体和衣服都被马驼子撕碎了，有东西可能也遗失了，也有可能落在林场里，你可以去林场问问。我去林场问过了，小薇什么都没留下，我们来往的信件也没了，我猜是她干活时带着，被熊追的时候丢了。不过小薇有一只怀表，是他父亲送他的，对他很重要，我想找回来送还给他父亲，了却他老人家一桩心愿。可我问了很多人，都说没看到。我想这东西会不会遗失在山上，比如熊窝附近？我打听过，去过熊窝的只有你和虎妞姑娘。我想拜托你们，能不能带我去一趟小薇牺牲的地方？放心，不会让你们白带我去的，我给钱，也可以给你们药或是粮食。虎妞被感动，刚要答应，被陈东拉了一下衣服，只好闭上嘴。韩医生，我很同情你的遭遇，但这2天山里刚下完大雪，我又伤成这样，虎妞父亲老寒腿犯了，实在没时间进山，要不你等2天，我伤好了咱们再去如何？不着急，就听你的，不过尽量快点。过些日子我还要去下一个村巡诊。放心吧，韩医生，用不了多长时间。几人又闲聊了几句，韩英起身告辞，虎妞也随后离开了，只剩下陈东躺在炕上。这个韩医生有点不对劲，但具体哪里不对劲，我又说不上来。第2天，陈东发烧了，额头烫得厉害，陈小北吓坏了，非要守着他，被沈红叶打跑了。这几天，沈红叶跑前跑后照顾陈东，每天陈东枕在他腿上，他用热毛巾给陈东敷头、擦身体降温，有好几次陈东都流了鼻血。躺在嫂子怀里，简直热血沸腾，真希望一直发烧就好了。连续服用几天黄胺片，陈东的状态好了很多。虎妞得知他生病后，一天跑来好几趟，偷偷把他爹的路边药酒和百年老山参拿来，让沈红叶给陈东补身体。杨三爷发现路边酒和山参少了，知道是虎妞干的，询问时虎妞说不知道。杨三爷表面不在意，实则看着虎妞偷偷跑出去的背影，笑而不语。几天后，陈东一整天没看到虎妞来，感觉不对劲，跑到杨三爷家询问。虎妞早上进山打兔子，到现在都没回来。虎妞该不会是出事了吧？虎妞进山打兔子迟迟未归，陈东告知三大娘后，三大娘顿时慌了神。这咋办呢？虎妞该不会是出啥事了吧？她姐小时候就夭折了，现在俺家就剩这么一个闺女了，她要是出了意外，我可咋办呢？行了，别嚎了，虎妞咋说也是经验丰富的老猎人了，打个兔子能出啥事儿？说不定一会儿就回来了，我去接她一轱辘。你们2个在家等着。杨三爷说完，屋内传出他套衣服的声音。你还好意思白话？都是你这老东西，虎妞一个姑娘家家的，你非让她跟你学啥打猎？俺告诉你，虎妞要是出啥意外，俺饶不了你，这日子也别过了。虎妞是杨三爷晚来得女，姐姐8、9岁时夭折，她从小备受疼爱，如今出事，2位老人都乱了阵脚。没事的，三大娘、三大爷，虎妞的本事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她出不了啥大事儿，肯定是在路上耽搁了，一会儿我去找找。我跟你一起去，快天黑了也好有个照应。而且你的伤刚好点，让你一个人上山，我着实不放心。万一你也出了什么事，我到了下面怎么跟老陈兄弟交代啊？杨三爷拄着猎枪，一瘸一拐走出屋。他老寒腿愈发严重，上次带病进山激战马驼子后，更是离不开热炕，即便喝药酒、贴膏药也无济于事。杨三爷是我家大恩人，他现在这状态根本不能进山，我绝不能让他冒险。三大爷都说了没啥大事，虎妞肯定是路上耽搁了。您如果信得过我的话，将大黄借我一用，我保证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把虎妞完完整整的带回来。至于您老就别去了，您那腿我实在不放心。另外您去了也是拖累不是，还不如我自个儿去。那怎么能行呢？天快黑了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杨三爷还想挣扎起身，却被陈东推回了屋里。拗不过陈东，杨三爷只好作罢。你千万要注意安全，如果实在是天太晚，千万不要贪黑赶路。
找个安全的庇护所对付一宿，把这张熊皮拿上。东子，拜托你了。放心吧，三大娘，最晚明天上午我们就赶回来了。陈东背着熊皮褥子，牵着大黄，拿了虎妞的围脖出门，回家取了猎枪和装备后，即刻进山。常年进山狩猎让陈东练出了好脚力，他速度极快，没多久便深入老山林。太阳西落，昏暗的光线让老山林多了几分恐怖。虎妞，你可千万别有事啊！陈东将虎妞的围脖递给大黄闻了闻，大黄是出色的猎犬，通人性，立刻听懂了他的意思。大黄就靠你了，等找到了虎妞，我给你炖盆肉吃。大黄汪汪叫了2声，仔细嗅了嗅围脖，随后在周围来回跑动带路。天越来越暗，距离全黑只剩不多时间。对猎人来说，黑暗十分危险，野兽更适应黑暗，猎人射击精度会下降，山里气温也会急剧降低，每年都有不少人冻死在山林里。虎妞一定就在附近，大黄还在带路，我不能慌，得尽快找到它。陈东走过设兔子套的地方，在血泊底下发现了新鲜的人脚印，周围还有许多小巧却密集的脚印，覆盖范围很广。糟糕了，不是狼群就是红狗子群。陈东想起前几日杀了5只狼，心中泛起担忧，狼仇恨心强，很可能会报复。虎妞常和他在一起，身上沾了他的气味，极易被狼群盯上。陈东来不及多想，跟着大黄继续深入山林。跑了没多久，他看到前方山坡上有人在挥手，天色太暗，看不清是不是虎妞。虎妞，是你吗？对面没有任何回应，那人大部分身体被树挡住，只露出不断挥动的手掌。大黄却变得焦躁，在原地转圈不肯前进。不管是不是虎妞，我都得过去看看，他不能出事。陈东担心虎妞安危，立刻朝着山坡登去。越靠近，不好，我想起东北老山林的恐怖传说了，是人熊挥手。东北老山林里流传着人熊挥手的传说，大雾或天蒙蒙黑时，熊会模仿人站立挥手，有人上当靠近。刚才太心急了，只顾着冲山坡，耗费了大量气力。要是真的是人熊往下坡逃跑，就算有枪也可能成为他的食物，难怪大黄会焦躁不安。随着距离拉近，陈东看清那是一头大黑瞎子。陈东拉栓上膛开枪，轰了一枪后，接连击中了人熊的肩膀和腹部，人熊的肠子都露了出来。这只熊竟然通人性，知道怕死逃跑。按说我该一枪爆了他的头，但山坡那头传来了狼嚎，虎妞很可能在那边，我必须追过去。陈东给枪压满子弹，大黄跑到他脚边，对着山坡轻轻叫了2声，又围着他转圈，扯他的裤脚。别慌，我们这就过去救你主人。陈东滑到坡底后，看到4只狼围在一棵树下，不断向上观望。狼群看到陈东滑下来，立刻发起攻击，猛冲过来。小心啊，东子！听到虎妞的声音，陈东心里安定了不少，抬手一枪就将冲得最猛的狼爆头。狼一头栽倒在雪地里。大黄解决了自己的对手，飞快跑到树下，围着虎妞转圈。一声瘆人的狼嚎传来，陈东知道狼群要回来了。快走，狼群要回来了！陈东拉着虎妞在老山林里夺命狂奔。他这时才发现，虎妞的肩膀上还挂着2只兔子。你这虎丫头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背着那2只兔子？赶紧扔了，逃命能快点！你才虎呢，这是俺辛辛苦苦打的兔子，凭啥扔啊？就你那小身板，能追上俺再说吧。2人一狗跑出老远后，身后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嚎。陈东知道那只重伤的人熊已经被狼群解决了。人熊能在重伤情况下和狼群周旋这么久，也算勇猛，但我们还没脱离危险，狼王没得到回应，肯定会派狼群追踪我们。东子，俺想俺娘做的白面大肉包子和红烧肉了。白面大肉包子，红烧野猪肉就别想了，我有这个你吃不吃？陈东左右观察，确认狼群斥候没追上来，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包，打开后放在虎妞脸边。东子，你挺牛啊，这鸡腿都没冻硬，怎么保存的？贴身揣怀里了啊，那不都沾上你出的汗了？哦，你敢吐我就揍你，你吃完恢复体力才能跑出老林子。你敢？俺爹都不舍得揍俺呢。你上回偷看俺换衣服，俺要告俺爹。有命活着你就告吧。虎妞没再犟嘴，3两口吃完了鸡腿，低着头，声音扭捏的说话。东子，你知道俺为啥一直带着兔子吗？为啥？哼，你这死木头疙瘩都不如俺家烧火的松明子。你不是说你喜欢吃兔子肉吗？虎妞朝陈东扬了一把血，陈东心里十分感动。虎妮子，陈东，俺哥阴死你了！就在2人说话时，大黄突然站起身，警惕地望向身后，山林里传来轻微的沙沙声。狼追上来了，快走！陈东拉着虎妞继续狂奔，但人终究跑不过4条腿的狼。数道黑影呈分散阵型，朝着2人一狗包围而来。来了，准备战斗！2只恶狼想偷袭虎妞，被大黄拦了下来，为虎妞换子弹争取了时间。虎妞合上枪膛，2枪击毙了大黄身上的2只狼。大黄没事吧？大黄从雪地上站起来，甩了甩头上的雪渣子，汪汪叫了2声。虎妞这才发现大黄浑身是血，后腿更是血肉模糊，不敢沾地。随着几头狼陆续的倒地，来啊，再来啊！3只狼或许是畏惧陈东的凶性，或许是忌惮虎妞上好子弹的猎枪，夹着尾巴呜呜叫着朝反方向跑了。虎妞开枪放倒了1只，另外2只跑得更快了。别打了，快走！陈东捡起老套头，一边压子弹一边招呼虎妞。虎妞心领神会，跟在他身后撒腿就跑。受伤的大黄却落在了后面。狼群大部队离得不远了，得一鼓作气跑出去，你还行不行啊，虎妮子？担心你自己吧，俺虎妞可不用你管。沉重的喘息声充斥着山林，光亮照不到的远处，时不时传来沙沙声，说明狼群还在追踪他们。大黄掉队了。陈东回头看到浑身是血的大黄蜷缩在雪窝子里，一声不吭。他知道
土狗临死前会悄悄离开主人，大黄是不想拖累他们。别停，往前跑，大黄交给我。陈东推了虎妞一把，折返回去，抱起大黄，用虎妞的围脖将他绑在身上。坚持住，大黄，我还欠你一盆炖肉呢。大黄舔了舔陈东的下巴，二人继续夺命狂奔。终于在狼群大部队到达前，跑回了村子。二人气喘吁吁的回头，看到黑压压的狼群围在村口。狼群散开后，一只足有人高的白狼缓缓走出，用冰冷残忍的眼神盯着他们。白狼王，真的有白狼王，传说是真的。这白狼王绝对记恨上我们了，以后进山只会更危险。第二天，陈东还没起床，嘴巴和鼻子就被一只冰凉的小手捂住，他被憋醒，看到是虎妞。快起床，俺爹要请你喝酒呢，嫂子你也一块去。不得了，下次吧，嫂子今天还有事儿呢。沈红叶找借口推脱了。陈东知道不去就是不给杨三爷面子，换好衣服后，跟着虎妞去了杨三爷家。刚进院，陈东就闻到了炖肉的香味，外屋门开着，三大娘正在铁锅里炒菜。爹娘，东子来了。东子快进来，还有一个菜就齐活了。陈东进屋后，被杨三爷热情地让进炕里。炕桌上摆满了好吃的，有炖兔子肉、野猪排骨炖土豆、酸菜炒油滋啦、炸鸡蛋酱，还有蘸酱菜、白面大肉包子和路边酒。这一桌菜在现在的东北简直就是国宴级别的待遇，杨三爷真是太客气了。东子，快吃，白客气。到这儿就跟个自己家一样，别外道。哎，不着急，等会儿三大娘咱们一起吃。虎妞儿，你跟人家东子学学，看人家东子多有文化，多有礼貌。你再瞅瞅你，整天跟个疯丫头似的，一天天就知道狂吃猛炫。啥话啊，爹，有你这么说你姑娘的吗？告诉你，俺将来要是嫁不出去，都是你给编排的。犟嘴！三大爷别生气，其实虎妞挺好的，不光长得好看，为人还仗义，性格直爽率真，放在古代肯定是一位巾帼英雄、行侠仗义的女侠客。爹，你瞅瞅，有人说实话了吧？你姑娘这么多优点呢，你和娘还总说我虎，哈哈大笑。臭丫头，人家东子说的客气话，你还当真了？三大爷，我说的可都是实话。看人家东子多会说话，快吃啊，东子！一会儿菜凉了。三大娘上炕后，杨三爷先动了筷子，陈东也不再客气，先吃了2口兔子肉。三大娘炖的兔子肉软烂可口，唇齿留香。杨三爷拿起路边酒给陈东倒酒，陈东双手端碗，微微弯腰，十分恭敬。谢谢三大爷，这杯我敬您。这孩子咋那客气呢？在这儿没那些规矩。今天来了就吃就喝，好好尝尝你大娘的手艺。虎妮子，那没眼力价呢，不知道给东子加点菜呀？哼！虎妞哼了一声，往陈东盘子里加了4、5块排骨，又塞给他一个兔子腿，还用干豆腐卷了蘸酱菜。吃吧吃吧，今天非撑得你走不动道。三大娘菜做的这么好吃，那我肯定撑得走不动道啊。这孩子嘴真甜，啥好不好吃的俺就瞎做。虎妞悄悄在陈东后背掐了一下，小声说话：你小子可真会哄人，少拍我爹娘马屁。你这妮子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啊，整天欺负人陈东，人家陈东让着你呢，你不知道吗？娘，你咋老打我呢？我啥时候欺负陈东了？挨揍了吧，多吃点补补脑。陈东给虎妞夹了个兔头，故意气他。虎妞伸出油乎乎的手要往陈东脸上抹，陈东吓得直躲。看到二人玩闹，杨三爷和三大娘笑得合不拢嘴。陈东吃了个大肉包子，又炫了2根排骨，三大娘又给他盛了一碗带鸡腿的鸡汤，香得他差点站不稳。杨三爷喝得兴起，一杯接一杯的劝酒，陈东不好拒绝，喝得有些迷糊了。东子，这次多亏你救了虎妞，要不然虎妞这臭丫头就完了。三大爷，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虎妞也就过我呢。知恩图报，好孩子。那个三大爷问一句，东子，你觉得虎妞这妮子咋样？好，非常好。东子，不是三大爷吹牛逼啊，俺家虎妞绝对是10里8村长得最俊的姑娘，为人也勤快，干活也利索，身体更是杠杠的，能上山打兔子、打狼、打野猪，还做得一手好菜。你别看他平时懒不做，那主要是没碰着稀罕的人。你不信哪天我让他下厨给你尝尝。我三大爷的姑娘那差得了吗？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虎父无犬女。虎妞正在吃兔子肉，听到这话差点笑喷，悄悄拽了拽三大娘的袖子。娘，俺爹这是干啥呢？要认干儿子啊？差不多吧，一个女婿半个，你爹这是为你终身大事着想呢。干啥呀娘？我还不想嫁人呢。还有陈东这臭小子，整天气我，我爹咋能找他呢？要不我跟你爹说你不稀罕他，拉倒得了。哎呀，你们干啥呀？少搁那装糊涂。俺们干啥？你个臭妮子，心里明白的很。不过俺姑娘的眼光是不错，娘是老满意了。东子，你岁数也不小了，有对象没啊？没有呢，三大爷，你问这干啥呀？那啥，三大爷给你介绍个对象，咋样啊？就俺家虎妞多俊啊，天生热心肠，人还善良。虽然平常大大咧咧的，有点冒虎气，但也算上得厅堂下得厨房，是个精打细算会过日子的好手。你看你俩拉个咋样？东子，过来，三大爷告诉你个秘密，虎妞屁股大，
准能生儿子。虎妞没听完就害羞的跑出了屋。三大娘假装收拾桌子，杨三爷看着陈东，等待他的回答。东子咋样啊？你俩处个对象呢？要不先订个婚也行。杨三爷晃了晃东倒西歪的陈东，陈东实在撑不住，咣当一声倒在炕上，呼呼睡了过去。你这孩子咋关键时刻睡了呢？咱爷俩还没唠完呢，行不行？你给个痛快话啊！杨三爷劝陈东喝了不少50-60度的路边酒。陈东平常不怎么喝酒，喝了快1斤，直接喝懵了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死老头子，让你跟东子说正事，你给人家灌那多酒干啥？呵呵呵，你就知道喝，早晚喝死你！我看东子挺猛的汉子，没想到酒量这么差，赖我了，这回赖我了，我不应该劝那么些酒啊！行了，拉倒吧，孩子刚过18岁，数还小，日子还长着呢，让他俩慢慢先处着吧。东子对虎妞挺好，应该是对虎妞有意思，要不然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半夜钻老林子，从狼群嘴里把这虎丫头给救出来，就算是血缘亲戚都做不到吧。老婆子说的有道理，过来亲一个。孩子们都搁跟前干啥呢？你个老不羞的东西！虎妞一直躲在外屋偷看，看到陈东睡着了，心里有些失望，不过脸却不那么红了。她跑进屋里，给陈东铺好褥子，盖上被子。俺去刷碗。那啥，我去老支书那儿溜达一圈。杨三爷和三大娘找借口出了屋，屋里只剩下虎妞和陈东。虎妞盘腿坐在炕上，看着陈东的脸，喃喃自语：你咋跟小时候比变化那大呢？小时候你瘦得跟猴似的，长大咋变这壮这么俊呢？还有性格也变了好多，身手也厉害。你总喜欢保护人，俺最爱看你挡在俺面前保护俺的样子，不像小时候。你一挨打就招呼虎妞姐帮我，虎妞姐帮我。虎妞红着脸，伸出手指在陈东脸上滑动。陈东翻身，额头磕到了虎妞的下巴。哎呀，没事吧，虎妞？没事，我撞你一下试试。虎妞疼的眼泪都快出来了，一连捶了陈东好几拳。陈东自知理亏，默默受着。这一幕被进屋的杨三爷和三大娘看到，虎妞又被训了一顿。几人闲聊了一会儿，陈东和杨三爷聊起了白狼王。听到白狼王，杨三爷面色变得严肃，停下了抽旱烟。白狼王是东北老林子里的传说，据说他是山神爷的坐骑，掌管着狼群。如果有人不守老山林里的规矩，就会受到白狼王的惩罚，横死在老林子当中。这畜生杀了我哥！陈东猛地握紧了拳头，眼神里满是恨意。时也，命也。其实钻老林子也没什么好的，打猎是杀生，没好报的。以后你和虎妞别进山了，咱们安安稳稳寻个别的营生吧。三大爷，我想杀白狼王。你这孩子咋这么犟呢？杨三爷劝不住陈东，急得满头大汗。他本来不想说白狼王和陈山的关系，怕陈东报仇，没想到喝多了说漏了嘴。死老头子，你跟东子胡咧咧啥呢？就你那老眼昏花的眼神，你还看着白狼王？你就搁那胡说八道吧！老山林里野牲口那么多，你咋就确定是白狼王害的？东子，我当时也没看清，三大爷就吹个牛逼，你别当真啊！三大爷，赶山打猎是猎人的营生，咋能让个野畜生吓得不敢干了？我不光是为我哥报仇，也是为周边几个村子除了这一害。这几年死在狼口里的人没有20也有10几个，狼群越来越猖獗，数量也越来越多，迟早会对村子造成威胁。而且那只白狼王智商很高，普通几个人根本难以抗衡狼群，只有除了他，大家进山才能安全。东子说的对。管他什么白狼王呢？他杀咱们，咱们就能杀他，怕他干啥？东子，俺跟你去。你这虎丫头，火上浇油呢！三大娘抓着虎妞的棉袄，打了她好几下屁股。虎妞十分委屈，娘，我都不是小孩了，你还打我？你就是100岁，在娘眼里也是小孩，娘就得管你。陈东看着虎妞被训，忍不住笑了。他怕虎妞真的跟着冒险，只好改口。哈哈，三大爷，我觉得您说的对，我不招惹白狼王了，实在不行咱换片林子打猎，躲开狼群狩猎范围内。杨三爷知道陈东不会轻易放弃，但好歹稳住了虎妞，也没说破，和陈东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。陈东待了一会儿便起身告辞。东子，再留着吃晚饭吧，菜都是现成的。不了，三大爷，我还有点事，先回去了。陈东被杨三爷喝怕了，找借口推辞，杨三爷只好同意。陈东刚出屋门，就听到虎妞喊他，回头一看，虎妞是在召唤那只小野猪。东子真乖，不像某些人。虎妞摸了摸小野猪的头，对着陈东挑了挑眉。三大娘又打了他几下，陈东笑了笑，说了句解围的话，便转身离开了。陈东晃晃悠悠回到家，刚进院就碰到放假的陈小北。小叔，你身上咋这大酒味呢？喝了多少啊？没喝多少。陈小北心疼地将陈东扶进屋里。沈红叶看到陈东满身酒气，赶忙把他扶到炕上，烫了碗白糖鸡蛋水解酒。陈小北趁着陈东喝鸡蛋水，把沈红叶拉到外屋，神神秘秘地说话。娘，你说虎妞儿姐3天2头的往咱家跑，该不会是看上小叔了吧？那不是好事吗？你要有小沈了。娘，我小叔年纪还小，结什么婚啊？我不同意。
我可不想多个小沈。小孩不大，管得还挺宽。娘，你咋一点不着急啊？小叔多好的男人啊，要被人抢走了。陈小北疯狂晃着沈红叶的胳膊，沈红叶望向屋里的陈东，眼中露出一丝黯然，随后板着脸，作势要打陈小北。小丫头片子在胡说八道，娘揍你了。陈东第二天早上才彻底清醒。沈红叶告诉他，地窖里的冬菜不多了。陈东带上钱，想去村里冬菜多的人家买点。不少村民提出用冬菜换肉，陈东一想可行，家里的野猪肉和熊肉也所剩不多，便又动了进山的念头。他怕白狼王报复，想瞒着虎妞偷偷进山，却被虎妞在半道截住了。东子，你想偷偷进山，不带俺是吧？不是，虎妞，山里危险，你还是回去吧。俺不，俺就要跟你一起去。你要是不带俺，俺就喊俺爹去。陈东无奈，只好带着虎妞一起进山。两人避开了白狼王和狼群的狩猎范围，朝另一个方向走得更远了。老山林里的雪很深，没到膝盖，行走十分费劲。雪地上有不少蹄子印。虎妞蹲下身子，仔细看了看，十分惊喜。东子是傻狍子，数量还不老少呢。虎妞，你咋知道这是傻狍子的蹄子印，而不是梅花鹿的蹄子印呢？叫姐我就告诉你。虎妞姐，乖。虎妞咯咯直笑，随后指着蹄子印给陈东讲解起来。这蹄子印圆，两半蹄，前端较宽，像个小爱心，就是傻狍子留下的。傻狍子是蹦跶或小跑着走，步幅比鹿短多了。蹄子印比较杂乱，梅花鹿蹄印像个箭头，蹄尖分开角度大，落地时印痕更深，步幅比傻狍子长多了。虎妞起身跑出去老远，指着地上的粪便继续讲解。好好看，好好学，今天虎妞姐教你。傻狍子拉的屎是小球儿状的，落地分散，而梅花鹿的屎跟枣核儿似的，成堆儿的，明白了没？受教了，虎妞老师。虎妞被夸得嘿嘿直笑，陈东趁机拉下他的帽子，盖住了他的眼睛。好你个陈东，你又欺负我，我要告我爹，你偷看我换衣服。陈东一点都不在意，他太了解虎妞了，他只是吓唬自己而已。两人沿着蹄子印和粪便一路追踪，越来越深入山林。终于，两人在一处山沟子里发现了一群傻狍子。陈东和虎妞在隐蔽处架起枪，陈东扣动扳机直接，只听见一连串开枪的声音，几头傻狍子直接倒在地上。准备收枪，抓紧下山。虎妞带着陈东拉着一爬里狍子肉回到家，马大娘早已在院子里等候，身后跟着刘四和刘猛。虎妞回来了，真是越大越漂亮了，还打了这么多狍子肉。忘了正事，马大娘给你介绍个对象，这小伙子一表人才，你俩好好处，将来成了多送马大娘点肉就行。马大娘快步挤进陈东和虎妞中间，一把将陈东拱到一边，拉着虎妞往刘猛身边拽。你干啥啊？你放开我！虎妞朝陈东投去求救的眼神，陈东无奈耸耸肩，虎妞气得咬牙切齿。女大18变虎妞真是越变越漂亮了，瞅着小脸蛋真水灵。猛子，这是你虎妞姐，快跟你虎妞姐唠唠嗑。刘四眼睛直往爬犁上的狍子肉瞟。刘猛自打陈东和虎妞进来，就没了之前的趾高气扬，哆哆嗦嗦往刘四身后躲。你老往我身后躲啥过来啊？给你相亲呢！刘四薅过刘猛的胳膊，把他拽到前面，还不忘瞪了陈东一眼。陈东啊，陈东，你不就仗着杨三爷撑腰吗？等我儿子把虎妞拿下，大把的票子和肉都是我的，你小子还不得看我脸色？刘四脸上泛起冷笑，看陈东的目光带着讥讽。陈东见状，从肩膀上拿下老套头，拉开枪栓，填了颗子弹，咔嚓一声上了膛。拉栓上膛的声音把刘四和刘猛吓得一哆嗦，马大娘也被吓了一跳，没好气的瞪着陈东。臭小子，你干啥呢？吓唬谁呀？老三家媳妇儿，你可让你家姑娘离陈东远点。这小子人品不好，脚踏两只船，刚抛弃对象李梅，又忽悠虎妞，还跟他嫂子侄女不清不楚，李梅他妈都被他打了。老麻大姐，你胡说啥呢？陈东这孩子有情有义，前2天还在狼群嘴里把虎妞救了。你说话可不能昧良心。老三媳妇，俺跟你说，这小子是天煞孤星，老陈家都被他克得只剩孤儿寡母了，你可得当心，女怕嫁错郎啊！刘猛这孩子老实孝顺，还会疼人，比姓陈那小子强多了。马大娘把刘猛拽过来，推到虎妞身边。